冰水好不好？帮我装冰水装满。预备。对，好。
大会报告，现在开始进行的项目是甲类低年级男生组个人赛。1号张纳生请准备，请开始。 好，欢迎再回到下午的赛事，这是114年度的全国国小杯车龄运动锦标赛。下午将要进入到是花式的甲类赛，首名选手江大生。来到花式甲类赛，就一些动作上面的编排，对选手来说就很重要了。对，没错。而且他的这个没有规定动作，那教练比较可以照这个选手的长处去发挥，所以他可能在某一个特别的一个那个难度面向，他会做的非常多。是，有的时候有的裁判喜欢，有的裁判不喜欢哦，他会觉得你的动作太单一。是，对，所以今天来看看我们的低年级小选手，他们都有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他选了一个蛮嗨的一个背景音乐，对不对？音乐的搭配性其实也蛮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低年级、中年级的话，他们的音乐大部分是用来计时用的。他们要知道自己做到几分钟，做什么东西。是。那有没有能够跟着音乐随之起舞哦？这个程度可能还要再看看。但是高年级以上就不是喽，他们一定要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们才有办法投入这样子。对。有时候也会根据音乐去选择搭配的一些动作。没错，还有一些快慢的一个呈现呐，这样子。对。那音乐嗨的时候，我应该要有一些有爆点的动作出来啊。这个小朋友很厉害哦，他才在低年级他就成功的起双铃哦。对。而且有的起双铃不会收，因为收是另外一个难度，所以我觉得他不错，一个铃、2个铃都有呈现到。那低年级组的花式甲类的个人赛是1分30秒到2分钟，是，所以时间来说其实没有到很长啊。对，因为如果你过长，他也做不出来东西。对，因为他的可能学的动作还没有到那么多啊。对对对。好，第2位选手黄秉玉，哇，这个发型特别有 set 过。对，而且我刚刚一直在注意他的裤子，是不是也是特别挑过？还有一个渐层的很可爱的一个颜色，对。看起来今天的比赛还是有备而来啊。没错，没错。他是台南的选手哦，永康国小的黄秉玉。你看他现在来参加一场这个比赛，他们可能昨天甚至什么时候就上来备赛了。对。所以对教练啦，或者是对家长、对小朋友来说，的确会比较辛苦一点。没错，哇，他是低年级很厉害的小朋友，因为他一开始他不做经典的一个手转起铃哦，他直接就用一个棍线的一个回旋起哦。这个通常到高年级开始哦，手感很好的小朋友才会这样放进去。你看哦，看得出来他很在行的，就是这个棍子的回旋。对。也有直立铃的动作，他的直立铃选择也是棍子的这种棍线的回旋啊、折返啊，都是这类型的。在他比较擅长的动作上面，这好像是日本卡通的音乐哦，好可爱哦。而且是比较老的音乐。对哈，对不对？好像有点年代。这是昭和的感觉。对，可是我觉得他刚刚成功的那个节奏蛮适合他的，这个音乐我觉得蛮适合他的。好，双铃。
你看到也是放棍型的，对。然后他双铃的技巧不错，放棍型的，他再直接接一个电风扇哦。比较可惜了。我倒认为他这些的失败都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紧张，就因为你看他眼睛会瞄旁边呐，应该不是他技术的问题哦。他双龙出海连续做了2个变化，哇，后生可畏哦！我觉得这个到了中年级、高年级，大家要紧张喽。这位选手，低年级上面就有这样子的表现了。永康国小的黄秉玉，观众朋友也可以记住这个名字。你看他成功也是1号表情，失败也是1号表情，好可爱哦。扑克脸，对对对，有个性。好，接下来是3号新庄昌平国小的张雨墨。哦，这个不错，他是单手的这个旋风进钩，要接到这个小转转哦。虽然有一点打到地板了，但是还可以哦，处理的还可以哦。好，要进双铃。哦，看起来他双铃还不会 shuffle， 他直接就做了一个动作，然后踩点拿分这样子。就像郑老师刚刚讲的，低年级组有时候就是我们扬长避短，对，我还不会的，我也不用硬做。他不用硬做，没错。最后这边收稍微卡到了一下，对，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收法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确定后面老师他的编排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停在这里。对，结束的时间比音乐稍微早了一点。其实他目前看到的3位选手，他在低年级就可以有这么多动作一个 combo 组合，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哦。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有的低年级都还在比绕脚而已，单招，这里就要一个人撑90秒，对，配音乐，这样子。好，这是4号高雄五福国小的李灿宇，哇，高雄也上来参赛了。对。距离越来越远了。这边真的是谢谢这个台南的，还有高雄的团队教练，还有学校老师，甚至是家长的支持哦。我们这个国小杯感谢你哦。好，李灿宇上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好，它也是放棍类型的、哦，这种放棍类型的这种 butterfly， 它是很吃手感的，是，所以它我不知道几年级，我猜测它1年级好了，2年级好了，但是很厉害哦。好，掉了没关系。但是他这2个失误打到的都是棍子敲到地板，线有点长了，老实说，以他的身高，对，个子没有那么高啊，对。好，一样哦，他这样子接了一个双铃哦，他这个电风扇更厉害哦，他有做一个360的转身，所以他是目前这个双铃里面的难度比较高的一个选手。
一下他的直立铃，也是有这种放棍。对，你看他放棍力道很好，可惜是漏接，不然他力道再加进到背后很漂亮哦。刚刚那个力道，哎，很好。你看被他接到的时候，扯铃应该会自然的上飘，他这2个上飘都做得很好。这边直接起双铃，一定是30的，他一定是小个子，难怪他会有这种困扰。他还小小的，但是他手感太好了。你看他直接就是，哦，我的天哪！他几年级呀？他哇，可惜这边最后接稍微厉害，差了一点哇，但是大家很厉害，都在为他欢呼。对，刚刚30出来，大家现场就是一阵欢呼哦。对，是低年级而已哦。就是说啊，难怪他线会过长，没办法，他太厉害了。对，他要打30了。对。五福国小高雄的李灿宇，表现很精彩。对。哎，怎么又走回来了？他好像忘了拿他的参赛证明。选手都会有这样子，有没有？2只手拿不动6个0，因为拿进来的零太多了。对对对。好，接下来出场序第5号。剧团的李恩智，哦，这是一个套铃哦，就是不用棍子，2手去接，单手的用线把铃套住哦。接棍上面稍微有点卡。对，因为它线比较长，所以它其实有2种接法，快的跟慢的。他做的是慢的缓冲接法。只是我觉得他稍微站的离裁判有点太近了。通常我们希望这个甲类赛的个人赛，他的预备铃要在裁判前面的1大步，然后再1大步才是他的施作区哦。好，他双铃也是稳稳的哦，一个回旋，再一个踩点。所以他现在站的位置，差不多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预备铃所放的位置。是。啊，有点可惜哦，刚刚那个力道很好。他的手在加速直立铃的时候，那个力道跟节奏是很不错的哦。好，又是一个套铃的经典动作。好，用套铃收尾。好，也顺利的完成这1分半钟的时间。好，完成了他的赛事，他也觉得蛮开心的。一定是初次参赛。1个人参赛，4个人在那边。好，你看到摄影机没找到摄影机。对。对，面对摄影机也是属于这种蛮大方的。对。好，中港国小的黄宇谦。哦，他加了一个体操动作。这个体操动作侧手翻，在这个扯铃的个人赛里面算是一个经典，几乎大家都会做。是，不过你在这种低年级的比赛当中啊，少见，对，就少见了。对。
那些体操动作可能包含侧手翻或是一些前滚翻都会出现。对。那看得出来，这个编排中管国小的这个教练，他编的是稳稳的，他没有让他很急躁。你看他每个零都有确保要运到几下稳了才做下一个动作。是这种的编排就不会造成连续失误，几乎不会发生。好，双零。好，这是双零。学会了之后的第一个动作，你可以单脚进去的时候，代表你稳定度够高。但抽出来的时候稍微失误了。哇，有点可惜哦，他掉了，他选择他不要再起一次。其实他这个时间长度应该要再起一次的。好，那也完成他这1分半钟的时间的表演。到结尾之前呢，稍微失误数量多了一点，没有拿这个参赛证明。哦。好，接着是淡水新人国小的林志全。直接跑到裁判面前。这个是摇滚区耶。这个可能教练没有在后面，或可能教练还要忙别的选手哦，因为看得出来他们学校不止他一个参赛。我们刚刚1号也是同样的一个小学。以国小的教练来说，真的蛮辛苦，非常辛苦。对，小朋友又没有那么好控制。没错，而且小朋友尤其那么多低年级都是比赛菜鸟，对，教练没办法顾那么多，他顾他的时候。他现在可能已经去帮旁边的捡路了。是，如果高年级的可能就有一些比赛经验，他们可能有时候可以帮忙捡路对自己，或者是帮忙带一些小学弟。低年级的就没办法。2回旋。还是绳子会稍微比较长一点，对，容易打到地板。对，而且做这个动作，这种单手的这种旋风的动作的时候，其实零速要慢一点。零速越快的话，它越不好控制。他刚刚就是太快了。好，这边线是有点缠住了。好，也赶快进下一个动作。他可能换了2个定轴哦，要来用定轴做双零。他双零的这种 shuffle 的基本功算是不错，比起前面他算是，对他有 shuffle 到一定的长度的。好，林志全顺利的完成。所以他真的是自己一个人走掉了。好，从场地比较后段的位置开始，是跟他的预备铃的范围离得还蛮远。对，他让我回想起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规定衣服是要扎进去的。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朋友不扎？基本上很少扎。对，而且比较凉啊，扎进去就密不通风。但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好可爱哦，看他这样子，小不隆咚的。小朋友都会觉得扎进去衣服感觉看起来很老派。对。但是我们以前老师都会告诉我们，扎进去显腿长。正式比赛还是扎进去会更显正式一些。这种反而在我们这个项目没有规定，就是看老师们、教练的要求。
扎进去，可能衣服也比较不会这样飘来飘对，去、啊。没错，对对对。也可能影响到你的一些诗作。他前面虽然失误有高，但是你看得出来他的编排是有搭配音乐的哦。刚刚整个节奏变了之后，然后直接接到单手回旋。哦，可惜哦，本来要做一个小的直升机哦，没有卡紧哦。好，直立领这边稍微有状况。对，可惜了，就没有做了，等于完全放弃掉了。好，那就进双零。有时候就是时间上会有压力了。好，这个单脚的稳定度有拿到。他站姿很漂亮哈，站姿端正的一个小朋友，不会因为要急急忙忙救了就小小的驼背了。好，最后的收尾，这是大安国小的郭佑成。好，接下来是男生低年级组的最后一位选手要准备登场了。接着要登场的是立湖国小的张凯成。哇，这个会不会要做40啊？会不会超乎我们的意料？那低年级太可怕了。前面已经有看到30了。对。好，看张凯成。他做的是比较慢型的这个放棍哦，在后面接到左手的旋风，再做一个小转转收，他这里就做的不错哦。他前面的步调比较慢，在这里放棍的时候，感觉他有特别在练了这一套动作。好，双领掉了。走一个直立哦。哦，他小直升机就有成功。再一个放棍，你要进。哦，收尾很可爱哦，他有一个直立领的一个勾收哦，帅气帅气。好。这是立湖国小的张凯成，最后用一个很帅气的 ending， 没错，还蹲下，有没有帅帅的，头低低的这样子，还有一个 ending pose。好，那这样在花式甲类男生低年级的个人赛事9位的选手就全部都出赛完毕了。在低年级组结束之后，待会准备要进入到就是高年级组的赛事，就是这个厮杀最惨烈的一个组别了。没错。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加汇报，请男生高年级组个人赛甲类17号到38号选手现在可以到场边进行检录。同步广播，甲类男生高级组个17号到38号选手现在可以到场边进行检录，谢谢。大会报告，各位家长们，不好意思，我们1楼的后侧是要带选手检录积极到比赛方进行一队的动线，所以各位家长们，请麻烦帮我到2楼看台做比赛的观赏。不好意思，各位家长们，后面的比赛后方的走道是我们带选手到预备处的动线，请各位家长们到2楼看台进行比赛的观赏。谢谢大家的配合。现在开始进行男生高年级组甲类个人赛。1号卓瑞恩，请准备。好，欢迎您再继续的回到比赛现场。场上现在要登场的是男生高年级组的花式甲类的个人赛。台中市南屯国小的卓瑞恩。稍微比较可惜了，对他想要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折返的一个速度哦，但是这种很紧张的，就是音乐也快，动作也快，那你只要一掉了之后，你就必须要牺牲掉整段套路哦。
他现在这一套也几乎完全都牺牲掉了，也没有做到，有点可惜哦。哇，可惜。他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对点对得太细了，导致他动作掉了，他不敢做，他不敢再做一次，也不敢抢先做后面的。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年纪比较轻的选手，我们没有要对那么多的点，基本上2、3个大点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中间就留给选手自己去发挥哦。史丽玲的收尾这边还是没有收好。他的线是属于比较长的，所以他要耐心的等线走完，他应该要走的这个距离，他才能去接它。他太早去捞它了。他的教练排了非常多的这种线的错位啊，手部的交叉啊。他今天从1个0到刚2个到再来直立哦，全部都是这种类型的动作。哦，这个是近几年其实蛮流行的一个双棍哦，就是1个0、2个棍子的一个变化哦。那它也是简单的拿起来做一个换手套领。好，第1位选手，南屯国小的卓瑞恩。也来到高年级了，进场带的0跟0棍都特别多。对，其实刚刚那位选手看起来程度是蛮好的，但是所有的线我都会建议他再缩短。他如果再缩短的话，对他手臂的负担会减少很多，他整个动作会流畅，跟速度感都会提升哦。第2位选手，永康国小台南的选手王义勋。哇，上面这个 butterfly 包含它上面的换位置的一个折返的一个变化，它刚刚处理很好，速度很快哦。虽然有点滑，但是它也抓成功了。好可惜哦，这个套路编得太长了，不然他前面很精彩的。
他的套路都编得比较长基本上套路到3个8其实就已经很极致了，除非他是有一些酝酿的，但是我觉得他是稍微有点长了，有一点。好，从这个2D 变成3D 这种直立零的动作，我觉得他这样子转换的很流畅。好，他用同样的一个技术层面从平面的2D 做到3D可惜了，也是变得有点长，所以他到后面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道跟专心度没有，我希望他可以变短一点点，那一定非常精彩。好，现在进双零。好，依旧他速度感很好，他2个零的虽然有点换位啊，棍子放棍的处理也是很干净的。你看这边体态也很好好，前面一个左右，再一个360，还是过背的回来他这个算是我目前看到的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好，先来看一下30。对他直接用他的培林，2个培林，然后接到直接接3个，他就不换定则了。好，时间差也做得很好，他位置拿捏的也很好。好，内跳好，他滚抛哇！袂歹最后这滚抛袂歹也把前面的一些小失误有点弥补过来。对他前面很长的套路，你看他这个30啊，这后面的其他的变化套路都没有过长，就是基本的就是快很准这样子。哇，很厉害的一位选手永康国小的王奕勋。那接下来第3位的选手，大安国小的周新豪。看到高年级的选手，他们预备铃摆的位置就都比较正常。对，而且他这种位置全部都有设计过的，哪个时候走几步到右边，走几步到什么时候？对，所以他的预备铃不是全部都在前面了，是左右都有。大安国小的周新豪。他到目前为止的这个走位看起来都是教练有设计过的，因为通常一个舞台，如果我们把它小朋友的话，我们会切成一个田字形，是希望他每个部分都有走到至少前面2个，那他在这边就走得很不错哦。360正反都做哦，他连续做了3个变化之后，还做双抛，是，也救回来了。对。
你看它这个是30的线有多长，还是40。哇，他30开得很漂亮，那时间点拉得很好，一样滚抛。哇，他更厉害哦，他滚抛不是接结尾，他是接下来继续 shuffle 哦，但是他的线的选择有点长，让他回来的 shuffle 缓冲他不好控制。哦。好可惜哦，今天我们看到的选手都是在这里。对，放棍完了之后，最后的抓。哦，放棍再加一个360也是很漂亮哦。嗯，好，直升机下来接放棍，再接一个内放棍，再加一个小放棍。哇，如果这接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刚刚好的一个 combo， 层次也堆叠得很好哦。好，完成了他这一套。他相对的在直立铃的比重很大，对，他放了蛮多的时间都在直立铃里面。他的双铃跟3铃其实在蛮前面就出来了。对，尤其他单头铃，他单铃只做一点点。嗯。接下来就是都进到直立铃的范围内。对。淡水新人国小的林建立，单铃也蛮早就结束了。对。其实越在这种花式的甲类里面哦，你越会看到他们的手感要适应长绳、超长绳跟短绳。通常直立铃大家会短一点，因为速度更快嘛。是。然后你看他又换了一副棍子，对，那很明显比较长，都要一直做这样的调整适应。到目前为止，林建立都是选择比较稳的。对，而且有些动作其实难度跟别人的层次差不多，但是他做起来是看起来很简单，看起来很稳。对，他很熟练。你看他刚那几个连续滚抛，虽然是这样子111的滚抛，但是他也，你看他也处理得很好啊。哇，再接一个放棍，这里的力道也抓得刚刚好。
他应该要把这个再做一次哦，他这个动作还不错哦。然后放棍一下，他在这个双零的时间花的蛮长的哦，对。那有一点可惜的就是，他现在做的所有的双零，他都是定点双零，他没有任何脚步的移动。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可惜了，他的下半身都没有运用到这样子。时间也差不多快要准备。对我感觉他就是有些前面动作放弃掉的动作，然后他用这个在耗时间。因为如果他在时间没有在时间的 range 以内，他就视同表演，是不采取计分的。嗯。他就知道哦，这里结束了就是安全时间了，这样子。对。也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比赛时间是3分30秒到4分钟之间。对。前面有一些是没有把动作给完成了。对他自己好像有点可惜哦。好，接下来是中和新南国小的5场序。他用了一个小学生比较少见的一个单头零，因为这个其实在以前的个人比赛项目里面是规定动作，那现在不是的话就是自由选择这样子。那他少见的有选择了单头零哦。处理上还是差了一点点。对，其实他前面刚刚那个动作到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但他后面选择要接一个连续放，但是就可惜哦。双抛，双零他编排的时间也还蛮长的。或者是他最多的那个难度层次就是到双零，所以他把很多加分，因为双零的动作加分一定比单零高嘛。是。好，这是经典的第一个直立零的一个甩棍哦。没有接到。他应该可以再做一次哦。这个甩棍再接一个内放，我觉得他应该要再做一次。也是选择放弃，他们都放弃，直接进去后面的动作。对。哇，这边接不到。
好，这里再做一次内放，补起来哦。放一下，好，哎呀，可惜有点斜。我时间还有啊。嗯。他对于自己的音乐非常知道哈，哪里要收，哪里要停的。也基本上都是听着这个音乐练习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对对对。甚至哪一个点是几分钟，他可能都知道了。好，刚刚结束的是新南国小的5场序，接着上场又是永康国小的选手。永康国小的苏冠仲。好，位置一样是有做了一些编排哦。嗯。选择速度比较快的音乐，而且他的动作都是那种快的。对，整体的节奏看起来就会比较快了。对。但前面的失误稍微比较多了一点。所以他也是那种教练编的比较满，一失败可能就放弃，那就有担心了。他失误率高，他几乎完成度就会很低很低。对。他一样哦，他做的所有的动作到目前为止哦，都是做这个棍子的变化，对，就是零确实，然后棍子神啊折叠快速的回旋的一个变化。但是这种东西很讲感觉的，有的时候你整个空间的湿度不一样的时候，棍子弹回来的速度也会不一样。哦，他这个也是应该是有经典的教练在教，现在年轻的可能还比较少做这个动作，然后教他一个电风扇。当然是直立里的电风扇哦。好，失误率的确稍微偏高了。对，因为他做的那些都是风险很高的动作，他的选择都是那些。直接起双零。
看30它的完成度怎么样了。哦，一样做了一个时间差，再做一个滚抛收尾哦。后面的滚抛也很漂亮哦。我们每一个动作一定要确保铃都是完全停下来，裁判才会停止计时的。是，好，前面失误稍微比较多下去，后面就渐入佳境哦。前面蛮多动作出现失误之后，都是直接决定不做放弃了，对，不做了。尤其在一个铃的时候，还没进到直立铃之前，他那边的完成度是相对比较低的。对。然后下去之后，也这里是整组的永康国小，对。好，新人国小的张恒生。他也是用这个单头铃对来做开场。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哦，因为他们都起了单头铃，但是他们只做一个动作。其实既然要起了，起码做个2个。是，只做1个就有点失去你特地选这个单头铃来开头的意义了。是。像他在做这些回旋啊、放棍，对他来说一定会相对轻松，因为你看他的线，他选择的是比较短的线，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他完全不会打到地板，所以他的阻碍会比较小，他是成功几率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前面看到回旋失败很多都是有打到地板上。对。比到这种花式的选手都已经算是全方位的哦。对，他等于每一个难度面向他都要做到，所以你看他直立铃一定会做到30、20、10，就这些面向他们都要练到，他才有参加这个花式甲类的一个资格。是。他在这边也是酝酿了比较久，他前面是很流畅的都做完了，但是后面这边可能是在等音乐，还没有到他原本预设的点。对，所以在这种年轻选手里面，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好，要准备进30了。哦，直接一个内翻就收哦。
他的动作其实算快的，但是教练比较保守，他没有把他动作塞得很满，所以他顺利成功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但是他也都完全没有在那个失误，没有失分。对，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打一个保守牌，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这有时候也是教练他必须要做的一个抉择。对，你塞太满，可能前面有失误的话，变成说，哎，你很多接二连三跟不上了。好，淡水邓公国小的姬少卿。这个姓氏就蛮少见的。对对，我们前面好像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姓氏的一个小朋友。对，前面有一个贵。对，是草字头的贵啊。哇，为他紧张哦，他现在已经没有预备铃了。对，他只剩下1颗。他只带2个上来哎。对。他也想要做这种棍子折返的这种变化哦，但是因为力道不够，他就折返不回来。他要拍身体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强劲的一个力道，才有办法折返。啊，差一点点的力，盖的用力一下就成功了。哦，这招他应该要再做一次哦。如果他可以，哎呀，也可惜他没有再做一次。对，选择先去把铃给拿回来。应该就是预设的点差不多，我该做双铃了。对。啊，可惜可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是希望选手不要有太多的预备铃，因为在前面画面会有一点繁琐。但是像他这样子完全没有预备铃的时候，这种四处分散的时候，对他来说，他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对。至少可能还是要稍微带个一些啊。可惜哦，他这边本来是要做一个直立铃的一个空中时间暂停的一些这些变化，那但是因为这个棍子的摆荡力道不够，他后面没办法接下去做。翻棍没有接起来，对，有一点乱了哦。看得出来，他平常是比较喜欢直立铃的。你看他运起来的这个力道，跟前面的那个就不太一样。好，对音乐的掌控还是有记得，该什么时间结束。好，这是邓公国小的姬少卿。好，接下来上场永康国小的吕佑廷。这今天发型也是有特别 settle 过，对。
有的选手在这个放铃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因为其实是他给他自己心里的一个准备，用放铃来当做他的一个很好的掩护，有一个缓冲时间。对。旁边这个永康国小的加油团队就是不一样哦。其实我觉得他们这边也做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有的时候呢，同一个团体他们有很多出赛选手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他的选手可以穿不一样的衣服，是不要让这个裁判觉得重复性太高。他们在场下穿队服，那上场之后反而是换了另外一套。对。你看到他在折返的时候，他的棍子的选择比较短，他折返的力道就比较好掌握，对他这样就比起前面的，他这里在连续放棍的掌握度就还蛮好的。哦，他做了一个 juggle 的一个成功，感觉他越做越有自信哦。从前面一开始感觉。好像还没有那么稳定。对，现在开始进入状况了。斜一下就可以接到，然后这处理的不错哦。pose 还是一定要做的。应该是直接高抛了。好，他从高的高抛3，看他会不会降成线3。好可惜，还好我没有造成连续失误。我看他要不要做一个 second try。掉了一个，那就还可以再试一下。对。好，再试一次。他抛3的轨道蛮好的。他从就正常做一个抛3收铃，可能30的低的一个运线3还没有学会哦。他的这个编排顺序不一样哈，人家是从简单的堆叠上去，他是从难的先做，再慢慢收回来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前面先做简单的，后面难度30、40，你手其实根本就没力，所以你要不要干脆先做30，再回来收呢？那现在就是有2派的这样的玩家，在状况最好的时候，我先把难的做掉，讲的不太好听，先把难的做掉。这表现得不错哦，但的确，因为扯铃的花式赛当中，基本上对裁判他没有一个很明确可以让你知道的评分标准。
这有点偏主观哦。应该是看它有技术、艺术跟实施。你的难度分，其实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一看就知道了。你有30，有40，对你的完成度。那你实施分就是你掉了多少，你有掉就是扣分，有打结就是扣分。那艺术分的时候呢，就会看你场地的运用、身体体操的运用。那有的人可能全部都是身体体操，所以他的体操加到满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加了。所以其实主观的范围很少，只是不懂的人，他大概会觉得，到底怎么看的这样子？不过必须说，它3件事情是互相影响的。对，它完成度高，整体都加分。对。好，朱佑宪，华江国小的选手，也是用单头铃来开始。可惜了，就差一点没有救回来。而且其实我蛮喜欢他们这种团服的这个长度比较短一点，看起来利落一些。你看它前面似乎都是因为棍子打到地板上，都是太长。对。这样看起来呢，这边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教练呢，应该是资深的这种有跨时代的教练，有一些他没有跨过传统时代的教练，他的动作有一些会都走速度，那对于小朋友的体态可能要求没有那么的严谨。可是你看这个学校的小朋友，他们的站姿跟他的动作的编排，应该这个教练是有跨越传统跟现在的那个年代的教练呢。不会说特别偏哪边呢，就是又都有兼顾到的感觉。对，那就是编排，而且就是编排风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好，他这滚包也做得很好，他们不会就是硬塞一个很长的套路，都是稳扎稳打的编排这样子。好，进到直立铃来看一下。好长哦，我真的觉得他的线好长哦，很大一圈。对。那现在在做直立铃，看起来就好像鞭子在甩的感觉。对，所以这种就是我相信他的教练一定跟他讲过，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选手，他的手感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尊重他。好，准备要进30。哦，他是唯一目前第一个30之后做一个单脚的一个，哎呀，可惜，对，稍微送高一点点。好，这是华江国小的朱佑宪。好，接着要登场的是新北玉林国小，玉林国小的左明安。
明安一样选择从单头零的开始。对，他起码停的比较久，有没有、这个小朋友？哦，你看他还有第二个，对他回来了，做了第二个动作，这样子就感觉单头零比较完整一点点。哦，他做的是2个同样类型的、一个定点上手，一个定点地板的定点哦，再做一个，这叫他们好像叫海底捞月的一个手法。他现在做的动作呢，就是前面这些选手做的一个连续放棍之前要学的一个那个基本功哦。他其实基本功那样稳稳的做，其实也是可以的、哦。但是我觉得他选的音乐跟他的这个操作节奏，可惜没有搭上。对。以前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刚刚他那个亮相的动作，一定要哦。就是你会看到现在就是在团体比赛，我想我们会有看到团体比赛，大家都会做这个动作，除了是稳定之外，然后也是给选手稍微休息一下。他等于是左手的望月高抛接到右手的这个连续的放棍，这样子高度也拿捏得很好。好，进到他的直立顶。好，这个是培林的特性哦，它可以经过这个不同的绳结，然后让它卡在2个定点，做一个身体错位的一个变化。好，这是玉林国小的左明安。我们也从他的表情里面看不出来他是紧张还是兴奋，也是扑克脸了。对，就是这样子。或许他用这样的紧张，是不是可能看到他的队友，他才会笑出来？他这一次的编排主要比较放在这个单领跟双领的位置。对，直立领做的也不多。但是他就是稳稳的一个一个做完。我觉得这样的编排哦，对于这种比赛菜鸟是最好的信心建立。是，因为你上台了，然后失误率过高，反而很容易击溃他的信心。对，所以刚刚那样子，他算完成度不错的哦。好，接下来是3重厚德国小，来自厚德国小的蔡耀宇。上来一个抛领的3回旋，你看他就是比较不紧张，臭鼻鼻，他感觉蛮享受的。对。
你看哦，他这样在这个体态的变化，除了这个快速的左右的场地的运用之外，他刚刚弓箭步也是完全到位的。是，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身体动作的艺术分上面，给这些学生多一点的这个 credit。好，他做的一样的是这种放棍的动作，但是他的技术难度没有做到最满，但是他完成度非常高哦。在一个经典的一个双抛棍的一个动作。这个内放，速度感非常好哦。而且在直立铃，有的时候选手会做一做都搞不清楚正面，那他很不错，他连续回来的正面的定点抓得很好哦。好，这个也是一个直升机哦，很漂亮的定点直升机。这个教练是有帮他换鞋子的哦。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进到一定的程度的选手，鞋子都要换，是因为他越平，在这种走位啊的速度感啊，跟身体的晃动会比较低，就会比较好看。哇，一样哦，他没有选择最长的，但是每一个完成度都让我觉得，教练编了一个很适合他的这些套路哦。对，不一定是那种最难最好的，没错，但最适合他。没错。好，错棍一次就停，对，他就是见好就收形。对。你看到他再次的运用前面的场地哦，一边加速。哦，时间差也可以哦，有一点小小的歪，但是对整体的表现没有影响很大哦。如果他运起来就不错了，哇！直接等于他没有加速哦，直接利用回旋的力量做一个直立，这样子很不错哦。哦，30开得很稳哦，有点沉，他的30有一点沉。好，连续滚抛，一样记好就收，别再做了。哎呀，真是的，完成度非常高哦，恭喜这位选手哦。场边也为他响起了欢呼哦。哇，这个欢呼掌声真的特别大。对，其实他没什么大失误整套，哇，这边教练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编排哦。还有一组没收到。我刚刚来自厚德国小的蔡耀宇，表现真的蛮不错的。是不是？好像蛮有机会在颁奖台上面看到他的哦。对。不过现在也还进行不到1/3啊。哦，可能还有强劲的对手。这一次高年级组总共是38位选手，那现在要登场才是到第13位而已啊。桃园北门国小的林承祥。
其实他这样前面连续放棍了，后面这个过手的一个折叠其实都不用做了，因为他这个技术层面的长度已经足够了哦。有点可惜哦，刚刚这个动作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可以抬起头来看一下裁判哦，做一个定点。休息完了之后再起第2颗哦。有时候动作跟动作之间有点太急了。对对对。今天蛮多小朋友都选择穿白衣服。是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让他把身体的衣服跟零的衣服看可不可以凸显呐，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但是现在可能是依照小朋友的喜好跟舒服为主哦。连放好，酝酿的蛮久了，但是他双放棍也是成功哦，双零双放棍哦，接的位置也很干净利落哦。这个小朋友他选的这个棍子的长度会是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长度，稍微短一点点，对手臂的负担小一点。那做完整场的时候也比较手臂不会疲劳这样子。然后一个反身接哦，也错位的很好。他现在就是填地板的田字形，每个位置全部都有走到喽。这个是场地运用很不错的选手。放一个，再360，再接一个内放，要不要？哎呀，可惜哦，没有折返回来。对，他再一个内放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完整的。好，这里就是他自己必须要做，把时间填满的。好，现在要直接进30了。哎呦，给他在边界接到成功哦，已经快要投进篮筐里面了，还是给他抓住了。所以他30等于没有线3哦，只有高抛，所以还可以，还可以。好，顺利的完成，这是林承祥，干干净净的。好，那接下来登场的又是永康国小的选手，14号的何渊宏。永康国小这一次出来选手蛮多的哈，蛮多位的，而且技术的层次都蛮高的。然后这是一个蹦子。
你看哦，就算他没接到，他不会急着做下一个动作，他会直到他把位置调到一个最好、最适合的，他才接下去。我觉得这个是这选手很不错的地方哦。是。一个绕头，头上开的方式再做一个内放。哇，不要可惜了，这边高抛之后的失误。他眼睛好像在找下一颗零，对不对？刚刚先低头看了一下。所以就不确定这个到底是他编排的动作，还是他要补充时间，那做的一个 freestyle 的那个时间哦。现在才是抛3。对。但因为还有，这里才是3001。这种短线的这个选手，我发现他们的学校的选手在抛3的手感都蛮好的哦。你看，他一定是左上右下的一个像米粒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抛。哎呀，可惜了。好，他愿意再试一次了。再来一次。好，直接降成线3，还没完全降下去哦，他也是半抛着，还没进到线里面。好，再做一个内翻收哦。好，这是永康国小的何渊宏。永康国小这一次选手的素质真的表现都还蛮不错的。对，而且虽然他们是同一个学校的，但是出来的这个选手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表演风格，所以我觉得看得还不错哦。对，他现在照到都是前面出场的一些选手。对，一个穿蓝色，一个穿白色，一个穿紫色，这个策略就很不错。等于永康现在出来3位选手啊，上场，衣服颜色都不一样。对。好，大安国小的吴明轩。他也是衣服有扎进去的。对，所以我就跟你说，扎进去会显腿长。腿看起来真的蛮长。真的蛮长。加上我们明天也扎进去。加上又穿的是这种比赛他们穿的这个水裤。水裤，对。它确实就是修长，那看起来就整体的这种运动感就不一样了。好，这个也都是属于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个动作，从刚刚的一个左边高放棍，到现在一个连续的，现在应该是叫龙腾虎跃的一个连续绕脚变化。现在很少选手会选绕脚的动作，因为大家认为看起来没有放棍那么酷，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加分区块哦。
哦，这边做的收的很好，他回来快速打开的时候再放，他这边的动作应该人家学不起来，因为他做的蛮干净的。哦，他基本功非常好哦，高抛的时候他的双零也都完全没有移位哦。对，所以基本上他的脚步没有太多调整。对，他不需要冲来冲去救零啊什么的。像他现在动作其实完成度蛮高，但是因为他的鞋子有一点高度，看起来人就会不平衡。所以其实如果他鞋子是全平的，应该要穿全平的鞋子，感觉人比较不会那么飘。嗯。好，经典最基本的放棍哦，那也是干干净净的成功哦。好，你看他双抛棍，也就是稳稳的，就是到位置。对，基本上他的高抛都不会偏离太多。对。然后滚抛，再一个背后甩，好像都在他掌握以内，对不对？好，他开的也很好哦，抓的很好。他的三角形是有点正三角，我们希望看到线3就是正三角。哇，没接到，不然上升高抛，哇，可惜了，就是一点点这里小失误而已。前面都抛得很漂亮，对，就最后开花了。对，希望他还是在标准时间内哦。好，吴明轩顺利的结束。看起来就是只有在最后收尾啊，稍微有一点点的状况。哇，零太多了，拿不完。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园林国小。园林国小的彭崇宪。其实这些选手他比完的时候，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独立，因为在全部人都在等他，他要一个人把零都收好，再拿完善证明，再离开，不急不徐的哦。如果教练有空，可能还可以帮忙啊。教练不在的话，就什么都要自己来了。对，所以我对于每次这种小学组的这种比赛，我对他们我都觉得哇，那么小就可以有一个那么成熟的表现。真的蛮厉害的。好，园林国小的彭崇宪。哦，这套连续从定点的到后来放棍完的时候，他开始走位的时间有一点晚。他其实在前2/3的时候，脚步就可以开始走位了，那样画面看起来不会停滞性那么长哦。不错 ，Butterfly 再加360回来接，哇，手感不错哦。今天的棍子小天使有到他的身上哦。哇，注意一下零有点歪哦。
处理一下。其实这种都还是可以救的，因为它是赔零，只是看他要选择及时止损，还是放胆一搏这样。其实像这个选手，他知道他左边那个铃会特别歪的时候，他一开始起的时候，左边的铃就要特别加速。是，在他后面的时候，他才可以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完他整个套路。好，现在30。你有没有觉得它颜色搭配的很好？因为它的衣服是白服黑裤嘛，那前面红色的很抢眼，后面黄色的也亮。我觉得这里它的搭配很成功哦。对，而且还是做这种荧光的色调，包含它的一些线啊，它的线有一些也是荧光色的。是。好，下一个外放。哎呀，可惜也是有点长的哦，不然真的是，其实虽然讲有一点长，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它是应该是做得出来的哦。啦，哦，成功用一个直升机收哦。这种年轻的手指就是灵活哦，他刚刚每一个都是用手指去缠这个线的哦。好，一个空中的暂留是成功的，再加脚底内放，很好。结束还帅帅的给你勾一下脚，勾了一下。对，这个园林国小小朋友很不错，他有劲敌了哦。刚刚前面那几个我们说的。好，赶快把场上的铃都先拿出去。对，分3趟。在我们大型比赛的时候，放铃的时间跟出来的时间都是有规定好的。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他的教练是江淑慧教练，他也是之前在北部，然后现在回到中部去服务的一个教练哦。难怪做得那么好。那在这边先谢谢我们的江淑慧老师。好，接下来是立湖国小。立湖国小的陈哲元，还有队友上来帮他摆。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训练也会这样子，就是希望让比赛的人可以专心的想自己的动作，那旁边的人帮他摆这样子。那再大一点，上了高中了那种就都是自己来的，摆出来的铃还蛮多的。对哦，你看他这样子，等于说，如果他要做到30的话，那3个定轴，我们给他再加一个赔铃，就是4个零。所以他现在场上的有1、2、3、4、5、6、7、8、9、10，等于是他可能操作铃的超过2倍，那这样就过多了哦。是。但如果他可能等一下是要做40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们现在是觉得可能是在30的部分。好，立湖国小的陈哲元。他用的这个单头铃呢，是比前面用的选手的难度还高的。这种是像以前的有响声的，然后刮到的会容易流血的这种铃，所以他在运直立铃的手感一定又更好。好，前面的失误，现在看能不能够赶快救回来啊，赶快接上。
有时候可惜哦一个失误就会影响到后面的全盘对，。因为他要做这连续放，他又在背后做，所以他一抽高了，来不及降下来，他就接不到了。现在的选手他们选的招式都是很极限的，太容易的，他们可能现在都不想做了。是。觉得以前的一些动作有点无聊，不酷了。对，嗯你看他像这样现在连续放棍跟这个2只棍子甩的这些动作，都是现在的这种公开组的男生很流行的动作。那这一批的选手出去当教练了之后，他们现在的小学生都是走这种路线的。是。好，来看一下接下来。哦，他直接用棍子缠绕了之后，马上这个瞬间的摩擦地板就可以直接起直立铃就是减少一些加速的时间。是。可惜他这个其实他刚刚的那个这个 helicopter 它是有成功的大概有一点溜球就可惜整个就飞出去了。现在这段整段都是一个棍子的变化所以就看裁判他是偏好这个棍子的变化呢，还是零的摆动？这个棒哎呀，可惜。好，30。他30的手感就没有像他刚刚在做直立跟单铃的时候那样的放松30一打开的时候的肩膀就有点僵硬了。好，这是立湖国小的陈哲元。开始的时候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顺畅，我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对。好，明道国小的李志德。这个小叮当的音乐是他吗？对。哦。我想说，突然哪里突然乱出来了？对，我想说到底是哪一场的？哇，距离有点太远了。对他这个双抛棍，他人还没有完全转到正面，他就出手了。
稍微放了有一点远了。对，好，现在希望李志德不要急啊。对。哦，有点可惜哦，感觉直立零有放弃了可能1到2组的一个套路哦。然后这时候单头零来，对，他这个也是教练的对拍对得很紧，所以你看他在单头零的时候，赌神一定要出来的时候，他绝对不能耽误赌神的时间。赌神到了单头零就是要赶快来。没错。好，他单头零也是有做2个动作。好，刚刚也有等了一下音乐。对，其实他们教练非常用心哦，连续帮他减降，我听起来已经有4到5段的音乐了。对，对。哇，那什么都有啊，有小叮当，有赌神，还有忍者哈特利。对。他现在都是选择用定轴做这些动作，所以他其实只要零速不够，他的完成就有一点紧张。是，他应该要加速稳了再做那些动作，因为定轴的旋转时间就是没有那么长。所以他应该，我建议他都可以加速完整了再执行哦。时间也来到差不多的位置了，要进30了。像他刚刚进的那个30是用点水的方式进的30哦，这个就是我练的这个方式，稍微有一点年纪了。好，最后 ending pose 还是得做。对，还是得做。明德国小的那个教练很用心哦，而且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学生就知道。我看起来他们教练脚受伤了，看得出来他知道什么时间点应该做什么，让学生在场上是会比较安心的哦。好，接下来19号，大丰国小的王岳凯。看每一位选手都不同的音乐的搭配啊，对，还蛮有趣的。有的时候到底是教练喜欢还是选手喜欢，不知道。对，不晓得。这边有点可惜哦，他刚刚如果要在正前面做亮相，他就应该完整的做好。这种半吊子的会让人家觉得，那你到底算不算定点分？这样子。左放棍好。每个动作的完成度都很高，可惜场地的运用我觉得有一点缺乏哦。目前都在定点，现在是唯一第1次的往前走。对，
刚刚前面有几次好的表演，就是他几乎整场都用到了。对，就是他没有走的太多，刚好有走到这样子。不过这也是这位同学的一个优点哦，因为他就是很稳，他根本不需要移动去救零，所以这也是他技术好的一个展现、哦。是。哇！哦，有捞到一颗，捞到一颗，这样稍微救回来了。好，那都是双零的这个基点变化哦。第一个是绕脚，第二个是绕手，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定点动作。可惜高抛的时候漏接了哦。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的教练帮他编了一个很符合他程度的一个动作，是他可以紧张的时候都还会成功的那种套路。所以我觉得这教练他的这个程度拿捏得很好。哎呀，可惜了。直立岭这边现在遇到比较多状况一点。他刚刚放的有一点太远了，零放的越远，后面的尾端的棍子旋转的越快，那我们选手就不好抓了。是。做一个内放啊，他做一个比较保守的哦，不是内放哦，他只是一个缠绕。他算是直立零的这种入门款的直立零做法做到满，他任何基础的这个直立零的动作，他全部都做了、哦，所以代表他的程度大概是在就是快要进入 professional 的进到里面的那个阶段、啊。等于有点在这种过渡期了。没错，没错。好，接着下位选手，同样来自高雄的选手，一样是南部的五福国小谢杰恩。我前面几位来自南部永康国小的选手表现都很出色。零的位置摆放完，好像是刚刚这位选手自己放好的，对不对？有人帮他拿进去，他自己把它完成。把位置摆到自己待会比较好施作的位置。他走一个全白的路线哦，这次。连头发都稍微有点弄成那种灰白，应该是用那种喷的那种染色剂。对，其实这样固定也好。就是不要让头发干扰它。今天蛮多选手，这个发蜡用量还蛮多的。台湾的发蜡的这个产业就是靠我们这里的选手。哦，走过去都可以闻到那个发蜡味道，蛮重的。对。哦，有点可惜，对，刚刚那边有点滑掉了。还好哦，算在刚刚那个动作的尾端，所以他前面的执行其实都还，我想都是有拿到分的哦。脚步的移动方式也是很轻快的，很好的。
点搭配的都蛮不错的。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棍子回旋力道不对，他就接不到。不过刚刚那几个都很成功哦。对。哎呀，可惜了。还好还没开始做动作，对，只是前面的酝酿。好，他这个高低差的就很漂亮哦。好，也是有一点可惜哦，他要做双抛的时候立刻旋转哦。那只是我认为只是漏接，因为它高度好，旋转速度也快。是。这个就是偶尔的。好，直接起。哦，而且他直接起完是完全没有零速的哦。回来起来的时候再抽线加速的话，跟刚刚不同的起法，它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是。而且你看他的线其实是蛮短的哦。这位选手的手是很灵活的哦。哦。连续2次，哇！哦，也顺利的收下来。没错，而且他有做一点延展，而且还没有失败。对，好，接下来直立领。先做左边的外放。通常在做这种连续直立领的时候，教练都会应该要叮咛选手，他的另外一只手应该要干嘛哦？就是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位置，让画面看起来会比较干净。那这位选手的另外一只手，你看他都是有稍微处理一下的哦，是，可能是夹着或者是往上抬升哦。也是要这样最后还是要。我们等下去看一下他这个甩的动作是哪里来的。这个是。这是20号的谢杰恩，五福国小的选手。哇，我们是谢谢五福国小的教练哦，林教练还有蔡教练哦，带出一个这么出色的选手，刚刚场面也欢起了小小的一个欢呼哦。好，下场之后也接受很多人的赞赏。
21号吕佑辅请上场。好，现在再度的回到比赛场上，准备要来登场的是第21号的选手，桃园北门国小的吕佑辅。那北门国小今天就全部都是这一套绿色的队服啊。对他们这个队服已经蛮多年的哦，所以其实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 trademark， 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北门的。现在进到双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他虽然刚开始有一点卡哦，但是他确实，因为他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有经验的玩家哦。他等他重新自己解开的时候，扯铃他会有一个滚动方向，再重新开始。是。我还以为他放棍本来有一点黏哦，看起来是他设计的这个样子哦。他看起来他的预备铃确实是离裁判有一点近，比较近。对。好，他这个真的就是稳扎稳打牌，他并没有做一个太长的套路哦，他是运铃运稳了之后才做一组动作，接回来之后呢再重新加速。我觉得这个对于这种高阶要跳到最高端的那个选手之前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哦。是。哎呀，没抓起来。这边就有一点可惜哦，因为其实他这样子定点换边再加跳绳，其实一次就够了，就不用跳那么多次。他用那么小的做双铃，他现在要用那么小的做三铃。不知道3个铃的位置够不够？然后直接从高抛，好，应该可以再试一次哦。好，还算是惊险的把它成功哦，但是它的高抛的这个抛3哦，它往右边的这个轨道不足，所以他的人会一直往左边移哦，这有一点可惜。
哇，它后面应该他们设定的很紧哦。音乐一停，它就应该停。音乐大概就是拉到4分钟左右。对对，那就有一点可惜哦。通常我们会前后抓个10秒，3分50，就可能会3分50或3分45左右。对。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跟选手说，你这边就要立刻停，因为如果他在那个招式的中段哦，他没办法停，他必须要整个完成。好，接下来是22号的林思睿，来自思贤国小的选手。有一点点，对，它有一点点太黏了，它放的时候手有点太晚出手了。这个选手的优势是他的手很长，所以他很多动作，就算他线看起来其实是比就像一般小朋友一样会嫌长的线，在他身上都是合理的，所以也不会打到地板，在内翻的时候也不会有一个那个手臂的撞击，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他是吃香的哦，也比较有优势在。对。顺利的收下来。你看到他都不用用最快的速度就可以完成，因为他就是人比较高，线比较长的时候，他就稍微有那些缓冲的时间，所以他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比较轻松。比较轻松。对。对，你看他的这个接直升机，他也是看起来轻松，但是技术难度跟前面的几位小朋友其实是差不多的哦。好，加速完要准备进30。它这样看起来，其实零的一致性的时候，也会让画面比较不会那么杂乱。哎呀，他可惜他开的时候顿了一拍，顿了一拍的时候三角形没出来，他也不在 second try， 你看他不挑战了。哦，他抓的不错，后面时间确实是不够用的。他大概就知道说他的音乐准备结束了。对。中年级花式热赛106号、116号、155号选手，请进入到检录处检录，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永康国小的选手，永康国小的李承豪。
这是永康的第5号个人哦，1、2、3、4、5、5哦。前面看永康的选手，他们的能力都不错，而且在编排上面做的都还蛮适合。对，而且他们走的风格是比较轻快的，然后快速的这种整个学校他们团队可能他们经营的风格就是走这个路线。是，他们放棍的动作也会做蛮多的。对。像他就要注意他的线，他可能习惯使用的线是比较长的哦，所以他在这边他就要手可能要特别抬高一点。柔软度不错。再来。这都是线有点长哦，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多余的线，他就会把它勾住了。比较可惜啊，到中段开始的失误。的确稍微比较多了。对，而且他刚刚那个动作其实不太适合分解一步一步做，他应该是一鼓作气的一个套路。但是因为他线比较长哦，所以他要等这支棍子回来哦，所以变成这个动作有一种分解的一个感觉。前面他本来要做一个快速的横向的跨越哦，但是也是漏接，有点可惜哦。哇，这里都是自己好。重新呼吸一下，小朋友，加油加油！对，你看他在翻的时候很吃力，都是线长的原因哦。希望如果他可以哦，因为他到了高年级哦，手感不知道容不容易改变，建议他还是把线缩短哦，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是24号的林奕晨。
林奕晨来自信义的吴兴国小。一样是单头铃开始。他这个直立铃运的力道就非常好，而且你看他的声响也都有出来。这个是以前比赛的时候蛮在意的一个那个声响的一个要求。是。其实你看他穿黑色衣服、黑色裤子，然后白棍、白铃的时候，他快速回旋的那个画面就很明显。铃跟他身上是有做一个对比的。另外他后面还有荧光的，荧光刚好也是跟黑色可以有一个对比的效果。哎呀，可惜。可惜在旋转的这里有一点掌握度没好。好，双铃。他也是属于脚步比较灵活的这个选手哦，在脚步有时候走来走去，让我们感觉整个表演过程比较轻盈的话，那也会裁判也会舒服一些。是，不会一直有这种一直定点的感觉。对。吴兴国小它也是由我们的扯铃专任教练在他们学校的，所以他们有做一些北市级的这种赛事的推广，还有他们学校的扯铃队也是蛮1等1的哦，他们个人、双人、团体都发展得很好。是。林奕晨的3铃。哦，他不错，哎呀，就是这样子，可惜他滚发回来的时候，确实回来的，最后收的时候再来一个小开花。是没有接好。刚刚那个有一点惊险哦，都已经弹到地板了，应该是要磨在绳子上的。最后卡点刚好结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完成度其实还不错。好，那接着准备要上场是25号建安国小的卢其生。感觉是爸爸妈妈陪伴来，开始的单头铃。他这
个前面的这个舞蹈动作就变得比较满。蛮多组没有看到使用绕脚了。看到什么？绕脚。前面绕脚出现的比较少。哎呀哦！你看哦，他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反应哦，因为学校的场地都很好，他弹地可以接的话，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做一个及时反应的一个接连。但是还是建议他应该转回来正面再重新启动，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偏离了90度。哎呀，可惜。位置有一点没拿捏好。其实大家看他那个双零高抛送的那么高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选手要立刻接住，其实那个强度也是蛮大的。因为他在高速旋转了。对对对。我觉得他后面越做越投入，他整个现在情绪才进到里面，慢慢嗨起来了。对，有点可惜哦。不过他前面，我觉得他现在才开始真正他的个人秀。直立这边现在遇到一些麻烦。对。这个都是有一点算是进入个人秀，但是又有一点急躁哦，放得太远，或者是棍子太早放，还没卡紧哦。这些在里面都算是比较初级的失误哦，以他这种程度来说，不应该犯这种比较初级的失误。哇！但他今天的一些翻滚的动作，真的做的都还蛮华丽的。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主打这个身体动作。可能不是扯铃队，反而是体操队的感觉。好，这个也是没等好手就拉了哦。最后还要再来踢一下。其实不管成功，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很喜欢看到他们在台上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就尽情的展现。因为我们这个国小杯，它在升学里面，它不是升学指定杯赛，所以其实他来这边，他就放开的做他自己哦。其实这是我很期待可以看到的。对，好好的享受比赛。没错，就算没拿名，他这4分钟全场都在看他，这就够了哦。接下来是26号的王鼎祥。王鼎祥也是来自吴兴国小。其实看他这样子直立铃的飞出去哦，这个就是在做单头铃，在做直立加速的时候一个经典的一个失误哦。所以他能够运成功的人，其实他一定是技术能力好的哦。
救回来。对，你看他就是选择停灵的时候是要正面再重新起一次哦。其实有时候在侧面做完了，但是这个观感就一定没有正面的好。是。这边也有一个距离也抓得还可以。所以他做了一个电风扇，还加了一个鹞子翻身。刚刚鹞子翻身一个铃其实是卡住的，一个是开线的，所以他也是要 manage 2种不同状态的铃哦。位置做得很好。是不是因为我夸奖他才掉了？我不能夸，不能夸奖。对，台湾人什么叫不当一波哎？美而乐极的。所以我下次我要改变，让我们选手成功率可以高一点。以后的这个评语都要严格一点。对。你看反的哦，它除了正面的双铃的一个 shuffle， 反面再 shuffle 再做一个双抛棍哦。像这个就是在其他的选手动作选择里面比较少见的。是。好，准备上3铃。也算是稳稳的成功了，但是他3铃可能还没有像其他的那样的熟练。是，所以3铃做的不多了。对，而且他左手抬的特别高，我就知道有点僵硬。好，这个正面的这个方位就拿捏得很好。哎呀，要做这个空中暂留，就可惜没夹到。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空中漂浮那一瞬间的事情。是。好，王鼎翔最后的这个收尾，稍微可惜了一点。对。不过整体的完成度也蛮不错的。是，而且他整个走像这个吴兴国小他们的鞋子啊、裤子、衣服都统一哦，整个就是让裁判或者是观众专注在他的铃上，对不对？然后步伐整个移动啊，我觉得设计的就是很刚好，可能他们的训练就是走这个模式的。黑衣服搭白领呢，对，看起来视觉效果也真的蛮不错的。而且这样看起来好像就已经先是一个厉害的样貌。好，接下来是桃园北门国小的王炳耀，但他就没有穿他们的队服。对，可能不要避免重复也有可能，但是他的线现在是蛮长的哦。哦，还好，它的线其实还好，没有很长。刚刚那个角度大概看起来长。他这个抛太高了，所以其实他刚刚判断是正确的，他必须跳起来去接它，否则他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最佳时间点一定会超过的。
哎呀，可惜嗯，开始跳绳的时候就知道一颗已经歪掉了。对。它虽然滚起来的那一颗铃都是有一点歪斜的，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身体的素质很好，所以他马上可以调整回来。对，基本上都还能救到。对对对，而且他救的时候也不难看，因为他的腿的这个移动速度很快，所以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困扰这样子。这个动作有人用高跪姿，有人用劈腿，有人用躺下，就是展现这个动作的稳定度这样子。哇，从身体的变化，它的铃都可以稳定的持续进行。我比较可惜了，对起身的时候铃还是飞出去了对。，我觉得是他自己放弃，是他的身体先松掉了。可惜哦，他要做这种直立铃的这种错身，他一定速度要快，因为他地心引力马上就把他的铃往下吸了哦。看起来很轻松的动作，这些选手其实单手的双铃 shuffle 都是很稳的，是拿一只手拿，还可以前进后退什么的。好，也是从高3的地方看会不会下降到线3呢？好，看起来要高3收了。哦，轨道还可以哦，还有救回来哦。他又一次相撞，否则他前面轨道虽然是力道不足，有点往左边偏移，但是有点可惜嘛。最后撞到一起啦。对对对。好，接着上场是28号士东国小的黄承佑。马上蹲下来，自己反省自己。哎呦喂呀！希望旁边的老师们给他一些拍拍背，给他关怀一下。那自己也觉得不应该发生这样子的事。虽然是这样，可是这个情绪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都是他们以后成长的一个养分哦。对。即使再天才的选手，也偶尔还是会滑个铁。没错，而且是需要这种失败的感觉的。好，士东国小的黄承佑。
双领，它目前拿出来每一颗领的颜色都不太一样，都是蓝黑配色。而且它看起来它没有要做一个长的 combo， 它就是一招一招一样稳稳的做完。有每一个学校的这种训练的时间都不一样，它就是以它最能掌握的方式哦。你看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信心也不错。你看我一夸奖的时候又掉了，一定是我害的，否则我觉得他前面那样子稳稳的，对。他前面也没有做太多的酝酿，他就是一个一个稳稳的，对，一边的这样子堆叠上去。好，不错，他前面有重新调整一下另外一个零的高度，再放回来就接得刚刚好。今天做这种高放，然后接回来旋风的这选手，今天的每一位选手的这个高度拿捏的都很好。接下来重点就是看这个位置掌握的怎么样了。对，如果可以轻松的成功，那他拿的分数看起来可能就会比有点慌张啊那样子还来得好。哦，不错哦，刚刚那个其实放的有一点远。被他救回来。对对对。他其实这里都应该加一些脚步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上半身的技巧难度不是很高的时候，脚就应该加变化。因为变成整个好像完全都没在动的感觉。对。我想他教练编排是很适合他的个性哦，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的，稳扎稳打。好，接着29号的理想。一样队友把零拿上来了，那他再来调整位置。立湖国小的理想，编号是29号。哎呀，可惜，出师不利。对，不过还好是第一个动作，对，并不会造成什么中间的一个中断或者是连续哦，再重新一下开始。你看它旋转那么多，就是这个动作它的缓冲，它缓冲比较多。好，有点直升机，如果它可以做到正面就最好了。我刚刚稍微有一点斜左40度。好，今天选手都蛮喜欢这种勾的这种勾收啊。
起来都蛮顺的，嗯，线的长度也都蛮刚好的。它跟刚刚上一位的这种风格有一点像，对不对？就是喜欢弄定点的，弄完了稳了之后再做自己的招式。好，他这里滚抛哦，虽然难度不是最高的哦，长度也还算可以哦。那定点刚刚做起来，我觉得是很适合他的一个完整动作。是。放个棍。好，他上下换位完了之后，上手再做一个外的一个小放棍，算是一个连续放棍的一个分数。啊，可惜他放的，哎，有的时候这个放棍就是这样子，很讨厌。他走前面，走后面就会走不对了，就造成打结。因为前面的这些放棍都做得还蛮顺的，对，最后有点美中不足。30。它的开法不一样，它会剪一拍之后才开哦，一个蛮特别自己的一个开法。他这给他捞回来，真的海底捞月。真的，这就像人家说，这种扯铃选手跟棒球选手哦，他们在这种手眼协调的速度是比一般人还好的哦。也都要去救一些平常很难接到的东西。没错，没错。像刚刚那个有接到没接到，那真的就差蛮多。差的很多，对。好，下场之后，笑容也出来了。对，旁边这也是他的教练哦，是阮子瑜教练，然后教练也带得很好，一个稳稳的可爱的学生哦，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看他们合照。好，接下来要准备登场的选手是大安国小的郭佑良。大安国小这一次也赢得了我们这个台北市的一个青少年民俗运动访问团的一个出团资格哦。那虽然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里面的团员哦，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老师对他们的整个训练的一个要求，上台一定是这样子，挺挺的，然后眼睛看前面这样子，对。容仪啊，姿态啊。没错没错，因为他们毕竟是要即将代表台湾到国外去表演胸卫侨胞的团体。好，他这个手的延展度跟这个力度拿捏得很好哦，短短的套路，但是很适合他哦。是抽起来的这个力道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哦。他虽然小小只的，但是他的这种身体是很有干劲的，对不对？你看到他整个上台这种很精神的状况，看起来很不一样。而且到目前为止，他完全没有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对。啊，每一个动作好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感觉。没错，没错。
好，一样哦，他棍子甩的这个力道呢，也帮助他在这边直立铃的完成度很高哦。但是他在走位的时候呢，因为步伐跨得太大了，所以导致他有点跟不上，感觉步伐有一点卡卡的，应该再走小步一点点。直影这边收了也没问题，30，等音乐直接起。不错，地板线上摩擦，这个虽然有点歪哦，但是他及时的抽线加速，让他回来转正。哇，它也是属于一个正三角的很漂亮的一个线3，时间差先做连续3次时间差。哦，没有延续长度，但是滚巴回来接 shuffle 3，这是不错的哦，而且是稳稳的 shuffle 3哦。他可不可以要起408？哇 No，又凉。来，我都来帮他尖叫一下了。哇！你看他多稳。我们全场的掌声都来了。真的，我们前面哇！恭喜我们郭佑良，你看稳稳的刚刚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喊一下，谢谢他的黄景达教练，也谢谢我们陈之莹教练哦，让我们大安国小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哦。我今天也这样算是大饱眼福了。真的，而且他真的就是稳稳的来，他不把那边，他知道他后面要做什么，该放该收的，哇，力道控制的非常好。他该做的做完，他也不多做。对，脚步走3步就3步，他也不多1步，刚刚好。你看他出来了，他也不自满了，就说 OK， 下一步要干嘛？这样子，他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对，哇，厉害！有，还是有一点笑容啊。对。这个书生的气势，气质蛮高的。好，这也是北门国小的选手。那北门除了前面了看到穿这个队服上来之外啊，剩余的选手基本上都是穿其他的衣服。是。简玉成。有点卡住了。对他这种都是有一点快的。其实他们我认为选手要选择这些动作，他们一定都是会的。但是从会再到套路里面成功，其实是另外一个程度。是，希望可以放慢一点点步调。折返有一个成功，还可以哦，他的速度也是在他的掌握之中的。还耶，好可爱！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其实刚刚可以去，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去捞一下哦，再来一个抢救的机会。对，刚刚翻完之后，其实还有一点时间。没错，没错。哇，他要小心哦。对，他回来了之后，其实没问题，接电风扇也没问题，只是他没有考量到他的速度可能会不足哦。这个是太长的套路。
他在这边有一点马上把它收起来哦，对避免这个连续失误。看起来高抛的抛3有一点吃力了，因为刚刚打开了那一颗有一点滑哦，但是我觉得他救的蛮好的，用全身的力气也抛了1轮呢。好，接下来的直立铃，太高了，太高了。可惜。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哦，因为你丢起来棍子要旋转，人也要旋转哦。希望他再试一次哦。他没有，他选择放弃了，进入下一个套路。所以看起来他在这个直立铃的位置上稍微有一点抓不好啊。对。然后他一个失误了之后，他后面就好像自己也有一点苦恼。最后的这个直立铃的套路稍微有点可惜啊。好，不过简玉成下去还是受到一个大大的拥抱。对。这种带队老师的拥抱真的是最赞的。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安慰。对，表现好跟表现不好都一样。都要，对。好，接下来是建安国小的03起。他这边回旋的力道很大哦，而且他这个胆量要够哦，因为一般有些小朋友不敢在背后这样子大甩。是。这个是有点可惜哦，很明显就是漏接哦，不是任何的一个连续失误。这边高踢腿，但没有接到。对，他的棍子可能不够 V。它这个也是利用这个培林的特性哦，它可以卡在定点，所以它前面酝酿的蛮久的哦。哇，可惜。对，我觉得他现在的有点被林 overpower 他的力气了，他应该要缩短一点点线，让他的身体可以有更多的掌握。
处理好。他今天背后的动作都做得还不错。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的线有一点长，所以你看有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他的控制之外的，他要耗费更多的 focus 才能去抓到。速度感很好，我喜欢他的速度感，但是他的线会让他的精力很快就消耗掉了。是，听起来时间是不足的哦。接下来是33号，昌平国小的李承佑。李承佑的铃就几乎全部都是黄色系。错了，这样子统一色系看起来比较整齐。对，而且就很明显知道他喜欢黄色。哎呀，哇，前面其实都没有什么失误。对，而且他的力道，其实他刚回旋的力道也是很好的，就是6Q吧，就是这样子。有点可惜啊。对。他到现在好像定点都还没有任何移动。对，他连转身都是有一只脚是定住的。对对对。他有这个重心转呢，有一只轴心脚都没动。对。其实他的这种双脚开的这种加速，有一点日本风了。我们有一群日本选手，他也是喜欢这样子的快速加速的。双领完。他到目前每一个动作都是很 firm， 非常的扎实的成功的、该抓到哪里，他的棍子也不会虚虚的哦。你看他连刚刚那个棍子都抓得到位。对。好，直立铃。人家这种定点不动的这个动作可能会感觉很直立，但是他定点就是很有 feel， 有没有？很适合他的。要
要准备进30了。好，他30左手挑的不错，简单挑高之后做一个内翻收哦，也是刚刚好，很完整的一个收领，手感非常好的一个选手哦。所以真的是做的蛮稳的，对，以这种球稳为主。他稳之外，他还有一种街头风，他自己的要怎么样，你就知道这就是他要的。是，他不是编的，然后还要想后面的套路就没有。不晓得是在检讨还是在夸奖。哦，可能是在 pose 的方面有一点再讲一下。好，接下来是思贤国小的连奕杰。请开始。他的身材就非常高大。对。有的时候，这种身材高的选手就会很容易注意到他的脚步，因为他的脚有没有站稳，很明显哦。所以，如果身材比较高的这些选手，他可以穿平底一点的，或者是不要垫高这么多的。他确实，他的双抛棍已经完全打到天花板。对，真的是太高了。对，其实他这个双抛棍棍子在上面，他只有转720，他720就应该要下来。那他刚刚过头了之后，我看他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实施动作，应该是一个无效的双抛棍。你刚刚大家一阵惊呼，对，所以打到天花板了。可惜在放棍这边，今天蛮多选手都喜欢做这个双零这里的放棍哦，但是成功的几率大概一半一半。也是选择用躺的。反的躺的时候就要注意零速哦，回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没零速哦。哎呀，也是收尾的地方。最后这边加速没有再加上去。我目前看起来，我的感觉是他每一招都会，但是他练习这个整套的这个4分钟的套路的时间不够。我认为他套路走的次数太少，所以他到后面的整个手感会跑掉哦，因为他前面1分钟的手感跟后面3到5分钟的手感是完全不同的。是，他应该要针对这个长套路的一个练习再多加琢磨。加速起来，要准备拿30了。
哎呀，可惜。犹豫感有点大。你看他确实哦，他到后面他就已经有点乱哦。如果我们把他所有的动作拆开给他做，他大概全部都会成功。但是你要合在一起的时候，对，他可能的那个训练模式要进入选手级的话，就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好，接着永康国小的选手在上场了，吴凡优。这是高年级最后一位永康国小的选手了。今天永康也来了7位选手左右。这次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对，准备好了，一起来的。对。哎呀，可是开始有连续的失误。好，永康军团掌声也来了。对对对。场边就是要帮自己的队友来加油打气了。哎，可惜哦，他刚刚本来要这样做一个零根棍的一个错位的一个抛哦，但是可惜他回来的时候棍子没抓到。对，棍子先掉了。他这个连续好像这是少数成功的。对。刚刚他要做这种高低差的这种动作，其实我们都还是希望选手的眼睛是要看着上面的那个零的哦。他刚刚又看上又看下的哦，这个时候转换不过来，就容易造成失误。好，来到30。他现在往右边的力道有一点点大哦，调整回来了。然后可以降哦，他降得很漂亮哦。你看，从高抛3降到线3，再回去哦，他这做得不错，手感好哦。连续完了之后还加一个身体的侧身哦。所以他刚就是保守的做法哦，零歪了他就是要重启，他还没有到可以在线3的时候调整的一个功力。对。好，时间快到了。大家都很紧张。队友比他还紧张。哦，他该不会要挑战右梁了吧？哎呦！哇，结果这边先掉了。对对对。还有时间吗？好，双零。我看起来他要放弃了。先保证在时间内再说。音乐也是自己知道快停了。对对对。哇，刚刚看到队友们都很期待啊。对呀。结果这40拿起来掉了。可惜可惜。36号陈其恩请上场。
也蛮不错了。你在比赛场上，既然有机会，就可以来挑战看看。好，那永康国小今天高年级的男子组现在也都出赛完毕了。整体的表现状况真的蛮不错的。对，而且整团带上来，他们的那个技术难度，我觉得他们的选手都技术都算在平均值以上哦。他们这一段的选手。好，接下来是大安国小的陈奇恩。请开始。陈奇恩，刚刚大安国小已经看到郭佑良，也是几乎完美的表现，而且整个姿态或者是场上的一些仪态的对应，也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对。感觉跟刚刚不同风格哈，他们想走这个风格，而且我觉得他头发会不会遮住他的眼睛啊？对不对？刚好在这个尴尬的一个长度，也可能他习惯。他做的比较保守哦，前面22再来2212的这种保守的，他其实运30的这个手感算是蛮熟练的哦，而且他的30沉得很低哦。这些都有点可惜哦，看起来选手漏接，有的时候我们转，如果预计要转3圈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在第2圈立刻停止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这样完全的对到，不然其实也做不了。你速度节奏真的差一点点就不对了。
所以他现在都是他想要转2到3圈，但是他的零抛的高度不够。对，你看他也是一样，他都是调的不够高，已经连续3次一样的失误了。现在这边连续失误的状况就比较可惜了。你看他这个放慢3圈，他只走了2圈，他就可以接到。好，陈奇恩比较可惜啊，最后这个直立领是有连续失误。对，3次连续失误完了之后，最后一个就是稳稳的收这样子。接下来是建安国小的万恩宁。万恩宁这是37号的选手，也是在高年级的倒数第2位。是。没推好哦，他从这个绕线的旋风360，他要推上去再做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换，可惜这边就没顶好。推上去的位置没有推出去。对。现在他在单领上面的时间是花的还蛮长的。对，而且他现在做了第3套这种类似的套路哦。其实他前面2套他只是棍子的直立回旋跟横向的回旋呢，但是他从一般的这个大众的视野看起来是重复性比较高的一个动作套路。他好像只有拿3颗零上来。他可能预备知道自己就是做到2零，做到双零而已。这都是有一点急哦。直立领。等一下。哦，他本来要做一个反的一个直升机哦，2次都溜去了、哦。对。他确实反的那个方向往内绕是比较滑的哦。那这样时间也刚好到了。其实也看得出来他要挑战的是什么招式哦。那这边就看裁判会不会在他有尝试，虽然没有完美成功之下，一样技术分给他傻逼数给他一些啦，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
至少也都有做了。对对对。好，那也顺利的完赛。接下来是高年级组最后一位的登场选手，我们的压轴，高雄五福国小的赖云成。带出来的零还蛮多的，对对对，加手上这一颗总共9颗。哇！再做一次。看起来他应该不会再做一次。你看他在这边等的时候，他想等那个音乐走掉，对，等下一个点到。对。其实知道音乐点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会恐慌了之后，然后快速的把动作做完，然后就时间不达标这样子。选手都还是得要自己去记啊。对。它这个高低是它有做出来哦，它后面旋转的时候接就刚刚好，一个接着一个的落下。哦，他用一个一正一反的来做这个就是高抛零，不是2个零都面对同一个方向。有点高了，对。他刚刚的力道介于2跟1之间，就是不确定他到底要不要让他转到2圈。好，进30。他反而在这个30的滚抛的地方，操作的很好。滚抛的地方确实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感觉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哦。可以知道最后的收尾啊是做的还蛮不错的。好，这是高年级组的
甲类个人赛的最后一位的出场选手。那也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下课报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乙类花式个人赛，裁判后面的观众朋友们稍微后退一点，请不要离裁判靠得太近，然后留一些通道给其他用路人或走路比赛的选手。乙类个人赛，裁判后方的观众朋友们，请你们把我稍微后退一些，离裁判圈稍微不要那么近，谢谢大家的配合。
中年级组的选手，还有高年级组的选手，现在可以帮我到减速处进行减入。花式羽类团体赛一中高年级的参赛选手们，现在可以帮我到减速处减入，谢谢。
会报告，请巴士 A 个人赛高场61号、106号、110号、51号。以上4位选手，请帮我到检录处进行检录。巴士 A 个人赛高年级51号、61号、106号、110号。以上4位选手，帮我到检录处进行检录，谢谢。大会报告：女生低年级组个人赛比赛开始。1号汤之锦请上场。好，在刚刚看完了甲类高年级的男子个人赛之后，接下来来到了女生低年级组的个人赛。台中的石冈国小汤之锦，好，又回到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对对对，这些就是比较无害的选手，长得 QQ 的无害的这样子。我刚刚前面看这个男生的低年级哦，他们水准也很好啊。没错。好，转到直立铃。小女生的筋都还蛮软的。对对对对，就是不一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小朋友可能到了中年级以上，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才会男女比较靠近。OK， 也顺利的抱住。好，第一位选手汤之锦。中间只有一次的小失误，其他算是执行的还蛮完美的。对，稳稳的把它做完。好，接下来2号是明道国小的黄义山。好，2号的选手黄义山。
开始稍微有点卡卡的不顺了。但是还好，都还没开始做动作。我在想他的鞋子是不是大了2号啊？有点太大了。对，不是他的尺寸哦。那后面就有看到有一些空隙。哎呀，第一个没接到，后面的这个，对它的这个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不会让它的铃好像飞得很远，有这种重大的感觉。对，动作也没有受到影响，对后面还是完成。对的。好，这是2号的选手黄奕珊。好，接下来3号新人国小的曾成林。他速度看起来就比前2位选手要来的快一些。低年级的选手上场比赛，很常2种状况，一个就是好紧张，还有一个就是好开心。对对对。有些人觉得哇，终于可以比赛了，好开心哦；有些是哇，终于要比赛了，好紧张哦。所以有的是看到上场下场的那种反应就有大不同了。对。他的节奏有比前2位选手还要再快一些。对，而且他的线也有缩的比较短哦，所以等于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的速度没有赶得上这个棍子的回旋，他很容易像刚刚那样子有过度缠绕的失败哦。好，现在来看一下他的双铃。哦，应该就结束了。也不管音乐哦，拿了就要走了。不过他的确实这个手感、这种动作的这个成熟度哦，比前面2位选手稍微为优了一点点哦。好，接下来下一位选手也是台中的石冈区的选手，他是来自土牛国小何庭伟。看他的表情就很开心。对对对。看起来就还蛮享受的。而且前面一定有他熟悉的人站在那个方向，让他也会比较安心。
看起来比较不像低年级的哈，长得很高。台上现在看起来感觉蛮稳的。嗯。也有哦，刚刚直立铃也有踩点，有做成功。这个单手回旋的他也是有踩点，虽然他收的有一点零锁，但是他还是对都没有掉，也没有失误，顶多就是做的比较不流畅。对，稍微有点卡卡了。但是也没有这种大失误出现。对，他也不会扣分，就是不好看而已。OK， 最后这边也后面双铃也是哈，一个一个慢慢的收。好，也是标准的时间结束。有开心的要去找他的朋友了。其实他的棍子刚是跟后面的借的，他刚可能备用棍，对，预备棍的时候。好，这是5号的选手，石冈国小的郑宇成。其实一开始在练这种绕脚的套路哦，从小开始练是可以让他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协调很好的一个动作。是，对，他可以回旋的时候脚步移动不会卡也不会撞到的话，他的和谐就已经产生了。好，直接选择2下高抛，可能 shuffle 还没有学会了。好，直立铃。他这个直立铃都只能在前面运，没有办法有效的到后面加速哦。这个都是棍子长度太长造成的哦。最后也是安全的结尾。对，刚刚补充时间做了一个小小的基本内翻这样子，但是时间也是在标准的范围以内。对，差不多时间了。看来这个石冈国民小学他们的 style 就是双马尾、双便便，他们目前出场的都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是6号，高雄五福国小的黄佑宁。拿出来的铃还蛮多的，而且他有跟他的队友都穿不一样的衣服。刚刚五福国小来好像不是穿这样子。而且还穿了一件小裙子。对。就他一开始就做一个难度很高的动作。你看哦，刚刚前面都只有正面的一个旋风，它有360哦。对。再来换到左手再收哦。
啊，可惜哦，哎，有，好像拉回来了，对对对。哇，低年级里面很厉害的小朋友哦，他 shuffle 了之后，对，他是第一个高抛做变化，因为他抛的那么高，下来的冲力是很大的，对，晚冲出力道，再做一个变化，很不错，连续2个。前面都是可能就2下高抛轻松的接这样子，对对对。哇，甩棍也甩下去了。他的笑容让我想到刚开始的选手，老师一定会说上台要笑啊，然后他就保持永远的1号微笑。哦，现在要准备上30吗？不会吧？我们这是低年级的哎，哇！可惜，没关系，撞得好，撞得好。我们要的是他出名。哇，真的今天的表现呢，让人印象很深刻。幼宁低年级，直立零甩棍会，双零也会了，变化高抛变化，3零也上了。哇，几乎在低年级很少看到的。低年级的女生，哇，可能算称霸了哦。但是我们不要说的太早，后面还有几位选手。好，这是7号石冈国小的廖瑜珍。稍微抛歪了，对。因为去捞，他抛的时候，他下面的绳子滑的时候有一个轨道，轨道稳的时候，上面的距离才会对。那刚刚可能是有一点手滑了。是。哎呦，小心小心！跨的步伐有一点大了，让他有一点不晓得，希望他没有扭到脚。看起来应该可能稍微滑了一下。好，看一下直立零。今天这些女生选择的这个直立零动作，她们都选择直接的抓停，其实应该是可以直接再做一个直立零的动作呢。好，这边是选择直接结束。这个老师的编排，他的身体的变化编的比其他选手还要再丰富一点哦。每一次的勾脚或者是侧身，看得出来这个老师在这边有不同的琢磨。好，接着要登场的是8号妈厝国小的谢可轩。
哦，还不错、哦，它这个算是3个不同的小套路哦。那因为它中间没有韵铃哦，它慢慢的把它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routine 哦。是，所以它这3个其实我觉得它整理的不错哦，它慢慢的方式把它成功起来。哦，利用卡的动作换棍，这边要小心哦，容易解开的时候会打结哦。好，他这边及时的止损哦。他直立铃比起前面的这些小女生，她算是比较厉害的哦。前面第一个动作做，还接着后面的再做一个小直升机。哦，不错。对对对，顺利也卡住。对对对。啊，有点可爱哦，好可爱哦。刚刚的画面里面，他的教练在旁边一直盯着他。好，顺利完成，而且内容也蛮不错的。对对对。它的前面的3组小套路连成一个长的那个连接的方式是，我觉得是适合他的，不会有超龄的表现，刚刚好。双铃也好，直立铃那边也不错。哇，这个淑慧老师他这一场编的蛮成功的哦。好，接下来是9号大丰国小的林淑婷。啊，有点可惜哦，左手举得太高了，他这样2个铃都会往里面斜哦。啊，这个放的方式很可爱哦。对，你看他接到了这个放棍是继续 shuffle 的哦，他不需要停哦。那他程度在直立铃方面确实有比其他的选手上一阶哦。OK， 最后的收尾。大丰国小感觉也是慢慢的加入的哦，有这个林承华教练加入了之后，他们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开始参加比赛哦。好，接着10号的徐千瑜是石冈国小的选手。那也是女子低年级个人赛当中的最后一位选手。这个小朋友的发型，包含他的上衣跟音乐都有完全的对到哦。有的时候他们的音乐跟这个服装并不会搭配，但是他这边很典雅的刚刚好哦。对。
算不算一个小小中国风的一个上衣啊？对不对哈？然后他这个错位也做得很好，然后加上这个包子头，对，好可爱哦，包头，嗯，好掉了没关系，直接来转直立领，哈哈。哦，很不错，他线非常长，他也可以这样子抓到，硬给他弄回来变成正面哦，这边处理的好哦。哎呦，不错，这个空抛接到右手哦，可惜哦，刚刚抓的很好哦，地板打到一下，把他节奏打坏了哦。因为真的有点太长了。是。OK， 最后的收尾没问题。这是在女子1年级个人赛最后一位选手，来自石冈国小的徐千瑜。下台之后，自己也笑得很害羞的感觉。好可爱哦，这个 QQ 的什么双包头。那在低年级组的女生个人赛结束之后，要准备接着上场的是中年级的。
本场地即将进行女生中年级双人赛，1号男子国小请上场。康平。请开始。好，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比赛现场。现在是女生中年级的双人赛。好，男子国小苏杰英跟郭成武。双人赛就跟个人赛不一样了，还要有一些两人的配合。没错，它有一些两人的肩膀以下的换铃跟肩膀以上的换铃，那我们也期待看到选手的同步性是高的哦。对，一下眼神交换，抛高的，而且斜的其实是有一点不好抛的，通常是直的，通常是横向的这样子。斜的距离还是稍微比较远一点。对对。高抛的换边，再换回来也没问题。他们到目前的这种同步性都还算是蛮高的，他们连马尾的同步性也蛮高的。因为刚刚在场下看到他们好像。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怎样，也偷偷在练习吗？掉眼泪。哦，我看到他们在擦眼泪。我现在上场的表现看起来还不错。对对对，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子稳稳的哦。从我们的这个方向是没有听到他们在数拍子的。如果他们没有数拍子，他们这样子的同步性是很好的。很厉害。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选手他数拍子的声音很大声哦，数到连裁判都听得到的时候，那就是跟这种安静的就不太一样了。好，现在要开始，这就是搭配的动作，这就是2人3铃，一定要2个人才有办法做的这种互相搭配的动作。哎呦，哦，有救回来哦，对对对，不晓得有没有没做到次数，但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完美的拯救哦。好，这边也准备要来做结尾了。哎，结果前面这个小女生，对，前面这个小女生她有习惯性的往后看的一个感觉哦。反而她是她有点错过那个结尾的拍子。对对对，因为她眼睛在看嘛，对不对？其实如果她相信自己哦，听音乐的话，她应该会2个很完美的同步收铃。对，要不然前面的整体其实蛮
蛮完美的。做得很好看呐、你看，现在画面看到了2个小朋友马上跑过来，他们赖世哲教练这边哦，希望他也叮咛小朋友不用哭哦，做得很好哦。其实我们也知道，男子国小它是只有收女生的队员哦，所以专门的在南部很厉害的一个女子团队哦，都是从男子国小出来的。待会他们就还有另外一组，就3组里面男子国小有2组。是。好，接下来是永康国小，肖芷英跟郭宇乔。我们刚刚看到男子国小哦，永康国小的，好，他们正面换铃，反面换铃，再来一个一正一反的换铃哦。好，所以它等于连续换铃哦，肩膀以下前后正反，包含肩膀以上的交换出脚哦。他们做了一个左右棍子的互换哦，就是中间的一个线的互换哦。这个也是一个默契的展现哦，但是相对的，他这个动作确实容易造成扯铃的歪斜哦。好，这个是我们的双胞胎，有人叫它双胞胎，有人叫它连体婴哦。这个是一般的县市甚至是国际台湾的比赛里面的规定动作。对，2个人共用一组啊。是。哎呀，这个时候要特别讲好，因为2个人都是很厉害的选手的时候，谁要当主控手去接铃，这个时候就可能要事先沟通哦。好，这一组除了做2、3之外，他还有做一个时间差的一个变化哦，抛的比较高，但是也是做到差不多1轮，然后就失败了。不晓得后面是可能有别的，还是就要结束了。他们这边有不一样，他们有2、4哦，刚刚上一组只有到2、3而已。那很可惜哦，也是没有成功。对。好，这也是靠队友的帮助，我做1人高抛3铃哦。哎呦，最后来一个劈腿的一字马。对，什么不会柔软度要先展现。3号男子国小请上场。好，接下来就是在女生中年级双人赛的压轴组合要登场。3号的薛妍欣跟李芷妍。好，待会后面还有中高年级的男生的双人赛事，待会还会在甲类把今天男生的双人赛事也给进行完毕。好，这是中年级女生双人赛的最后一组，同样是男子国小。好，它是正反正的连续3次换铃哦。哎，蹦蹦跳跳的。对，因为他们都很瘦哦，所以蹦蹦跳跳看起来就很轻盈、很可爱。像我们蹦蹦跳跳可能就会有点沉重，对对对。他们也喜欢斜的哦，
对，刚刚前面的这个苏杰英跟郭成武他们也是做也有斜换铃的动作，对。好，双绕脚，他们选择从绕脚开始哦。不晓得是真的不稳，还是蹦蹦跳跳的塞好的哈。嗯。救得很好哦。而且他利用刚刚那个背后回旋哦，让这个距离的冲突感没有那么大哦，一边走回来。好，第3颗铃现在准备进来了，是2-3哦。哎呀，可惜就是滑掉了。但是这里不错，有的时候2人抛3铃失误的话，会容易造成连环失误哦。他们在那边立即止损哦，是没有造成连续失误的一个状况。好，现在4铃。哦，有没有2-4呢？哦，有哦，这组有2-4哦。哎呀，一起开花没关系，我们上一组也开花。对，我们中年级的我们不强求哦。好，他们这个就没有这种互动的展现哦，但是他们是属于自己个人动作的同步展现哦。这边掉了，赶快再回去。哎呦，没跳到没关系，他有弥补回来。好。其实这个时候他中间有一个扯铃哦，我们会希望小朋友他在有机会的时候把场中间的铃推出去。移掉。对，不然会提醒了裁判说我刚刚有掉1颗这样子。他刚刚好就放在场中间，就是掉在场中间。对，有点可惜。在那边站得很好。好，中年级女生的双人赛事也顺利的结束，3组的初赛选手都顺利的完成。来，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回来是中年级甲类男生的双人赛事。
1号选手请开始。这是男生中年级的双人赛，大安国小郭佑成以及汤乔巴。这个郭佑成不晓得跟刚刚个人的那个郭佑良是不是双胞胎哦？名字差一个字，又长得好像有一点像哦。对，一个佑成，一个佑良哦，一个走个人，一个走双人。我刚刚的这个郭佑良是高年级的，他现在是中年级，那可能是兄弟，有可能是兄弟。是是是。同步的也蛮不错的。对对对，其实他们看得出来都是这个戴眼镜的小男生，他有在队旁边的，只是他们的同步性做的比较粗糙，没有从1起0开始就有一个同步动作这样子，所以他们会中后段才同步成功。这个双胞胎站的这个位置就有一点远了。这个也要谢谢我们摄影大哥，他已经完全斜了90度了。对。小可惜。对，最后没有接起来。其实像刚刚的那个动作，如果左边的这位选手他需要起0了，再重启才接2、3，我们会建议他根本不要做收0这个动作，因为他又要再从同样一个动作开始嘛。好，第一组大安国小的郭佑成以及汤乔巴。那在男生中年级的双人赛，总共是有4组来参加。你看，我们来仔细看他一下，刚刚是他跟他哥哥长得有点像。
好，接下来是立湖国小的曾凯轩以及施永祥。场上摆了还蛮多颗的。对，而且他其实这种摆铃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哦，双人的位置比较大，但是他们后面的铃放的不够后面，是他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小框框里面，所以有点担心位置不知道够不够用。哦，他算是直接做中高端的动作，哇！在做抱铃之后，2个开始，所以他等于从双胞胎开始回到就是个人哦。哦，这是可惜，对对对。这个都是，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练习的次数不够多哦。2人抛30连要做几下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确认好哦。一个以为2下，一个觉得是3下。对对对。嗯。他这个是要做双铃的一个变化，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呢，再做一个换铃。虽然不是低难度的动作，但是如果编排了，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成功的哦。现在因为摆铃的一个方式，会感觉他的场上的到处都是铃的感觉，对。被铃塞满了。对，没错，就等于压缩了他们自己可以运用的空间哦。哎呀，可惜。可惜互换了之后还没，确实这个是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直立铃互抛。直升机完之后的收尾，所以其实他等于放了，我认为他放了过多的铃，对不对？前面放了那么多，后面还放了3个，其实他真正用到的就其实只有刚刚右边的，还有左边一点点的预备而已。下次应该要，我觉得应该要再重新思考一下自己预备的铃数哦。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队友非常好心，队友主动提供。这个有的时候如果是队友的美意的话，多塞上来。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他们提供加油的一个方式嘛。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选手哦，这个预备铃不是越多越好哦，你摆起来的时候也是针对你自己整个套路的完整度跟你的明确度哦，还是不要太多。好，桃园北门国小的邱继耀以及陈元浩。对，2个人今天来到场上，法蜡都用蛮多的。对。哦，抛得很准哦，他们是用绕脚的这方式做一个斜换铃哦，准确度很高。
你看到他们在这里处理得很好，他们就很明确知道说谁要去捡零，谁要做什么动作，不会有2个人抢一个零的情况发生哦。哎呦，差点捞到裁判的脸上去了。哎，已经如果到那边的话，就不是摇滚区了、哦。对对对。刚刚一个内翻接到这边电风扇哦，算是，我觉得算是整齐的，整齐度有。好，脸打开的时候直接接到2次，中间加一个时间差的变化，哎呀，哎呦，所以双人难就是这样子，你吐槽了，你会害到你的队友，所以你不能像个人一样随心所欲，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少运2个，这都不行的。对，你一定要是在跟你队友原本讲好的这个节奏配置上面，一定要对。这个有一点可惜哦，这个右边的小选手，他的动作完全就是面对他的队友，就算是双人动作，在直升机啊，或者是任何有定点，还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回来转向正面哦。好，他们要做一直一横的互换哦，弹一下再回去，这个是经典的一个换法。在小朋友比较少见，因为他要快速的水平跟纵向的一个改变方向。好，那它这个就没有任何双人的一个那个互动的成分在里面哦，就是自己起的高抛30哦。好，掉了一个，不过没关系。这个通常最后的这个掉零应该不会算在失误里面，对对对，因为不是操作过程中，因为他已经收了，只是从手上抓不住掉下来。对对对。好，邱继耀跟陈元浩也完成，那接着要准备上场的就是中年级男生双人赛最后一组，很开心。他们都知道我们的 Kara 会照过去。那明天开始，对对对，明天还有很多参赛的这些带队老师以及教练哦，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摇滚区就是在选手下场的后面哦。我们会给你一个温馨的一个 take， 所以准备好你的妆容，我们明天见哦。这个摄影机位置也蛮好找的。没错没错。可以叫选手培养一下抓镜头的感觉。对对对，还有教练啊，教练好不容易可以亮相一下，对不对？请开始。好，接下来是建安国小蓝思成以及张子静，这是中年级男生最后一组的组别。这个就是各做各的，你看它同步性也还没有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个人的分数，但是不会在双人这边加分加的这么大，这样子。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哦，这个双人跟团体的整齐度是非常重要的哦。好，现在还是属于2个人各做各的哦，他们连打开的这个时间可能都还没有说好。好，看起来现在才开始要他们第一个有双人的互动动作。对。好，也是只做1轮哦，3下，基本上2人抛30，最少就是1轮，3个0要各走完1次。
到直立铃。这个都要很小心哦，对，因为他挥的时候可能就会挥到他的 partner。对，因为距离其实不会到很远。对。是一起做直升机，但是它的同步性也是有差哦。每一个人，你看，一个面对左边，一个面对前面，他们是两个技术很好的个人，所以可能在双人练习的时间可能有点不足哦。对，哎呀，好，要再试一次。好，这一次顺利的接起来，应该要再回来的。好可爱的手绘，最后的这个 ending pose。对，这个拨头发是很可爱，但很可惜，我认为他们的双人互动的动作实在是太少了。对，我记得这样大概只有2.5个，对我来说。对。好，那这是在中年级男子双人赛的最后一组，总共4组的参赛者。那在结束之后，待会要登场的是男生高年级的双人赛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请松山居民族国小莱恩社这个学生正在这里。大会报告，请刚刚有在本场地比甲类的学生们有接一颗磁浮铃吗？1号中港国小，请上场。本场地即将进行男生高年级双人赛。
现在准备要进入到是今天最后一个组别，甲类男生高年级组的双人赛。首先上场的是中港国小黄邦硕加上林哲君的组合。他们站的位置算是蛮开的，从刚刚的这个抛铃换位到现在的前后的斜的这个队形距离都蛮大的。对，刚刚自己差点抛到，对，铃都要跑出去了。哇，他帮他捞的其实他那个队友实在是抛的有点低哦。其实有的时候在双人比赛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你的队友抛的很烂，但是你怎么 cover 他？对，你可以救了回来。对，然后你让那个裁判看起来就是轻轻松松。对，那这个时候这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然后下来再说。对，就不要让裁判发现你们差一点要 miss 了。没错，没错。那当然，那很难了。像刚刚那个动作，我就觉得拯救不错。好，这个是第一个看到在那个双龄的这个双胞胎里面有做电风扇的，所以不愧是高年级的双人组哦。哎呦，交叉的绕脚。对，这个是算是有点老派的哦，这是我小学的时候的动作哦。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不一定很喜欢做，是因为他身体会有一点卡卡的，会有点卡在一起的感觉，转过去的感觉。好，他们是保守的哦，就是2个人互传1个直立铃哦，看起来他们的程度应该是可以转2个没问题哦。好，现在上双铃。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哦，双人的互动包含着个人的同步动作，其实这数量都很合理。你看，他同步完了之后再做双人的互动，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的。是。哦，转的时间也还可以哦。对，你看收回来的拍子也一样哦，就是很明显他们是戴眼镜的这个选手，他应该是主要的喊拍哦。哦，一起吸了一下，还可以哦。哦，救一下。我比较期待的是，希望他们下次站姿可以统一。是。对，我觉得这点是有点小小的可惜哦。哇，他的2次完全太近了。对，刚刚那个我认为都算是一个大的哦，超过头上掉下来没接到的铃，我们都算是大失误。他有连续3个漏接哦。好，这边音乐还没有结束。可是我觉得他们处理的还不错，他们没有一个先站起来，他们宁愿把 pose 多亮3秒这样子。好，接下来下场之后，教练来了，教练来了。稍稍有点可惜啊，但是默契上面其实搭配的还不错。对，搭配的还不错。他们其实感觉得出来，他们有对于双人的动作跟练习是有花时间的。对。只是那个换铃的过程啊，抛出去还是稍微有一些状况。对，而且双人在做的时候一定会比较犹豫，因为他不知道他的 partner 准备好了没。是。好，接着是华江国小的朱信燕以及蔡成佑。
他们前面换铃的地方换得不错，但是在这个个人动作的同步就稍差了一点点呢。这个都是，而且他们是右边的往右边歪，左边的往左边歪，整个 big chain 呢。所以这个幅度又更大了。对，但是他们两个腿的这种速度都很快，所以其实没掉。速度很快。如果位置调得好，可能还没有那么远。对对对。好，从刚刚双胞胎接到这个2人2神，可惜哦，沉的时候应该再送高一点，我认为沉的不够，太急忙就往上抛了，导致这个人来不及接铃了。因为他接，他要先把棍子收回来才能接。对对，而且下沉一点也是给自己跟那个 partner 一个缓冲哦。有一点惊险，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编排哦，前后错位，然后借由第3颗铃来做一个改变。他们会不会做一个2-4呢？就先掉了，有点可惜。对，电风扇完就掉了。不过稳稳的哦，他们知道他们后面就接2-3，不会因为那个然后乱了阵脚哦，也是一轮。这个很不错，镜像完之后互相帮忙哦，拉紧了之后变成直立铃哦。那这边2个小朋友也都是成功的哦。对。结果2个也都一起失败。对，真的是很同步呢。这默契真的蛮好的。对。好，这边是要做1个。对，应该可以直接出去。对，这个小朋友的棍子拿得太前面了，他刚刚下回旋完就卡在线上卡住了。对。好，用一个护套的这个收法，其实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收法，但是小朋友他也不一定要去抓那个铃，对，就有一种很可爱的在中间旋转的一个感觉哦。让他漂亮的转就 OK 了。对。其实他们的这组同步性不差，但是我大概都只做到8成，就是他们想整齐，但是又不是好像做到最完美，所以有一点可惜哦。好，下去之后，其他的队友对，这个是华江国小，那很可惜哦，他们最美的这个组长没来。对，哇！那我们明天就会看到他们最美的这个郭依婷组长哦，带着其他的队员一起来哦，大家各位观众朋友拭目以待哦，明天线上的转播一定要看哦。对，明天的比赛转播是会更早一点来开始，是，明天会从早上的8点30分，就开始转播，一样是一路到下午的时间。对，2天的马拉松。所以明天观众朋友应该可以看着还挺过瘾的。对，跟今天一样。是。这2个明显的长得比较高哈。吴兴国小的王鼎祥还有江佑成。OK， 高抛的换铃也都没问题。
他们一样是做个人的同步动作，就是个人动作那同步执行，但是因为它有双人的错位哦，所以我们也算是一个双人的互动哦。我现在看这种单个换零，对2个选手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对，哎呦，有一个马背，可惜只接到一个。对他们其实如果是要做这种马背的话，一定要做高低差的抛零，因为后面马背的那个零一定要高一点，一定要高很多。那这样看得出来这一组的这个灵活性哦，他们腿部的移动性就是这个吴兴国小的特色哦，所以他们整个看起来的表演是活力很好的，张力很够的哦。所以2个人会有蛮多的这种跑位上面的移动，对一个队形的一个变化。做了滚抛完，当然一定是他们技术也比较好，滚抛完了到背后还可以再做一个互换哦。对。好，一样哦，尝试同步哦，但是也大概只做到80%。好，这里看得出来哦，他就是保住自己成功为优先，先不等队友这样子。就是以不要失误为前提。没错，没错。好，这个也是保自己。哇，这个同学的左手实在太僵硬了哦。就两个都掉了。对。但是我认为他们现在这个程度，在做个人起30的这个滚抛，是一个蛮适合他们的一个挑战。双人互动完了之后，接到一个个人的同步哦，这里也做处理得很好哦。所以他们选的音乐是有重有轻，刚好搭配走位的话，那整个表演性是蛮加分的。哎呀，可惜了。OK， 直接回弹回来就对，弹的稍微有点高了。而且其实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啦，因为他面对面一个零往你的脸喷射哦，其实是有点可怕的哦。好，这是吴兴国小的王鼎祥跟江佑成。好，下一组是永康国小的选手要上场。这一组就整个同步的动作还蛮不错的。对，而且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立刻检讨，立刻检讨完了之后再去观赏别人学习这样子。好，永康国小的王义勋跟杨忠彦。哦，刚刚那个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哦，我本来以为他是要做一个交叉的斜运铃哦，马上传到背后、哦，这个是还不错、哦。还有他们这个很像很轻松随意的给哦，但是他对手都接得刚刚好。对。
通常这个高抛两人换位应该要在2步 chasse 这个滑步就可以接到的距离哦，所以他们刚刚距离其实是拿捏得很好。他们选择了一个很难同步的动作哦。就是那个动作变成我自己要做就有点难了。没错，对对对，但是他还是尽力哦，在这边回来等待彼此的时候做一个高空的一个换铃哦。他们做这个动作很顺呢，大部分的这个 X 的会有一点卡卡的，那他们这个是蛮好的一个双人 X 表现啊。好，双零的双胞胎。哦，双胞胎还来360，哇，不错哦。电风扇的360。哇，你看他双人的互动性就非常高哦。好，这个也是一个身高的优势，他可以做的一个换位哦。好。好，背对背。一样一个直横的一个变化哦。好。那现在就是两个都直的，哎呀，传出去传偏了。其实都应该要传到彼此的右边，但是可能那个铃有一点方向有点不对哦，导致他的队友接不到哦。哦，滚抛了再换，哦，虽然只有1轮哦，但是在滚抛这边加了一个空中互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对，再来应该可以2次哦。1、2、3，哇，他救得很好哦，他救得很好哦。这个小选手的反应很快哦。好，30要上来。刚刚上一组30好像是吴兴国小，接下来是永康国小，一样都是有2人自己30的一个技术。好，有高抛有下降哦。该不会还要互换吧？哦，自己一个滚抛收。他们确实展现了他们自己个人线3的一个稳定度哦，上升再下降再滚抛收哦。好，这是王艺勋跟杨忠彦。真好奇这个是这个长头发的他是哪一位？他的这个反应真的是让我蛮惊讶的哦。那我们在这边给他口头嘉奖一个哦，他刚刚那个铃整个可以接到，在双铃再爆出来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哦。我们就是希望选手在台上可以有这样子，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的这种拯救的精神哦。他应该是杨忠彦，因为王艺勋我们前面个人赛有看到他哦。杨忠彦前面。那如果我们现在这边说错了的话，请明天小朋友再来告诉我们你是谁，待会就可以来告诉我。好，那待会准备要登场的是北门国小卢佑恩跟洪凡恩。这是编号第5组的2位选手。
可以前面的同步都还算蛮顺。对，但是你看他后面的那2个零哦，一样把他的位置压缩了。其实他的位置是到最后面我们的这个挡板的位置哦，所以他的空间就非常小。对。稍微有点抛偏了。对他们这里，对我觉得他这样是好的选择，应该要放弃哦。因为有的时候双人动作，他要不要再做一次？基本上我们是希望他可以不要，因为他的对手可能会，他的 partner 可能会准备不及哦。对。看接下来动作怎么选。做一个时间差的这个好玩的一个直升机啊，就是你看我都没打到，没打到。空神的直升机。对对对。其实他们到目前为止，这个双人的动作，这种拿零放零、拿零放零的频率有一点高哦，可能要重新设计一下这个动作的前后顺序，让这个拿零的次数再减少。对。就等于一直你在换零的数量。对，那他会看到这个选手一下上一下下，就是有一些无谓的一个动作，会让画面比较杂乱。好，又是直横的配合。哦，他是连续回来的哦。哎呦，哈哈，好，没有接起来。他看到他多转了，就他再转，他再转，有点可爱。我已经转完了，然后他转那一圈，那我赶快再转一圈。对对对。结果他在转的时候，人家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是是是。有些小朋友就是这样子，那一看到这个动作我没做到，我会赶快我想要赶快跟上了。对对对。然后也是给他们2个大拇指。今天这个北门的这个教练出场频率是很高的哦，而且学生出的很大。那明天希望这个北门的教练给我们一个微笑哦。明天还有蛮多机会的，明天在接下来还有相当多的男女的甲类的赛事。明天接着也会有团体赛的进行。好，接下来丽湖国小的理想以及张凯杰。
好，这边的双胞胎。哦，这个抱的距离刚刚好。抱得够高，然后距离也 OK。两个人的铃摆的都蛮整齐的，可能就是学校有规范。你看铃就只在这3个位置了。他刚刚有一些学校是选择，我摆在可能离我哪一个选手比较近的位置，对，那他们就近可以比较方便去拿。他们这2个旁边那个红黑的也是他们的哦。他们刚刚那个2人抛3铃的变化，接到回来双铃，再回来1个人3橄榄要4铃。哦，现在要4个。对。哎呀，虽然只有0.5 round， 但是这里处理的连接的很好哦。好，这个是双铃的肩膀以下的换铃哦，这是2个很熟练的小朋友才有办法做的这个招式哦。你抛的都还蛮准的。对，这个一定要准，这个是非一定要的。好，要拿3铃。哦，可惜差一点点哦。好，换黑色的出场了。对。2侧的铃都放得不够出去哦，这样子他会，你看他们2个长得比较高，那都做直立铃的时候，他们的位置就会对，你看，我认为这个都是位置不够放开，让他不敢放开做的造成的失误哦。这边直立铃的选择直接结束。又上3铃。哇，还做了2-6哦。哎呀，哇，掉了3个。但是他其实2-6算成功哦，他只是后面的就是不是完美成功这样子，成功了但是有失误。这样讲的有点好笑哦，成功了但是有失误。成功但是没收尾成功，嘿。开头成功了。对对对。结尾没收好。好，也是很不错的表现。对对对。好，接下来又是北门国小。林承祥跟尤成伟。这2位就是穿黑白的配合。上一组好像是红色的衣服。哦，给的有点早哦。哦，成功哦，给他做1人3铃，然后再安全的回去。哦，蛮特别的哦，他们的2人抛3铃还有搭配
队形的一个错位哦，左边到后面再回来右边哦。时间也抓得蛮好的。对，因为他刚好让他做一个高抛一趟的变化，然后他刚好7号0完成，再回来接到2次，不会觉得有这种等待的空档。对。我的数拍子的声音就蛮大声。对对对，这一组难怪比较整齐，因为数的比较大声。接双胞胎。而且是连续的哦。哦，所以他同步，他先互换了之后，个人的动作同步之后，再回来还可以持续换哦。哦呦，来，算是套成功了。目前为止的双人在这边都有点小得贼哦。对，今天比较少见看到这种会成功的。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也比较晚了，他们待了一整天了，我相信他们的精神也有所，对，考验他们的精神耐力哦。9点正式开赛，他们大概都而且7、8点就来到一定的是。好，冲回来 ending， 冲回来一定要完成这个 ending。对对对，很不错，这组选手。8号北门国小，请上场。我们这换成2个不是上场这可爱的小朋友，他们刚好在镜头前面。是。应该是前面的这个卢佑恩跟洪凡的那一组。好，那现在北门国小后面的一组要继续的登场，简玉成跟李元瑞。请开始。那这2个人都穿水蓝色的衣服。是。前后也没问题。通常在扯铃的项目里面比较少穿短裤的选手，因为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用到脚嘛，所以如果流汗的时候，那个腿会黏黏的，会造成动作的失败，所以基本上都是穿长裤的。对，不过看到有选手膝盖这边好像有包扎。对，不晓得是受伤还是等一下的动作可能会有跪膝的动作。看起来不是带护膝啊。有可能是有受伤包扎起来。国小生这种膝盖啊、是脚踝啊受伤，
真的很稀松平常。对，而且大家都说哦，这是年轻的膝盖，因为大了之后膝盖都卡卡的。对，小时候膝盖撞到，过个1、2天就没事了。是，到现在这个膝盖如果撞到，那可能就糟糕了。年轻的恢复力也比较快，而且他们活动力又很高，所以喜欢到处乱跑，冲来冲去的。哦，你看哦，他们很漂亮的，他2次做了2轮哦，其中一个还有做一个时间差的变化，哇，我都没看到他哪里不小心掉了。对，什么时候掉了？对呀，我还以为他是成功了。现在要上30。其实如果他从前面拿一个30，特别到中间的时候，哦，原来是这种骑法。好，直接高抛哦，直接高抛的时候，他用20内翻中间的直接接，这不算是全30的一个动作，但是也算是也可以啦。虽然他有点掏假包，对。好，没问题。哦，这个距离有一点近啊。好，2条现在做互抛。身材上面有一点差距。对，有的时候如果这样子不照身材的话，可能就是看个性。对，有的小朋友他不敢自己上台，或者是不适合自己做个人的话，他就会需要一个主导性比较强的来跟他一起做。对。OK， 最后是一个侧翻，叠的刚刚好，到中间。虽然是跌倒，但是位置刚刚好。位置刚刚好，对。叠的时候蛮完美的。对。下来之后落地稍微有一点重心没有踩稳了，不过刚好在 center。对，好，那就完成这一次的表演。简玉成跟李元瑞，所以他们有红色队服、绿色队服、白色的，还有蓝色的。他们都是穿教练啊，跟这个加油团都是穿红色。那选手是穿绿色，看起来绿色是他们的队服。白色的是有写桃园吗？还是？对，看起来是。有写桃园。那水蓝色就没有，水蓝色我就不帮他打广告了。今天总共4套衣服，是。好，明道国小9号的边冠中跟杨景祥。OK， 马里欧的开场。哇，有点打结了，可能转错边了。好，赶快趁这个时候先解开。曲风突然一转了，突然节奏变得很快，整个让我刚心情都还没跟上。对，这个，好又回来了，有点做 remix 这种感觉。
啊，没有接到。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做这个队形的变换是比较少的，对，那都是做这个个人的一个个人动作的同步展现这样子，还互动有，但是还可以再增加哦。移动真的比较少。对。OK， 现在上双零。对，像这个动作，其实他们也只移动了，算是半边。其实应该可以走一整轮回来的哦。这边也只做了半趟。哦，是一个时间差，想要做一个2次，但是一个时间差的一个展现哦，有点小可惜。哦，这个抛式有点不晓得是给高还是给低哦，刚刚一瞬间就过了。那想要进去到这个40的位置了。这种动作，如果是直立零对射的这种动作，他如果越往上射，其实比他的朋友是越难接的哦，因为越平其实越好瞄这个距离哦。因为往上射，它最后会变成有点垂直降落的那种感觉。对，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间反而很难抓。到中间就没力了。好 ，OK， 也顺利的收尾。这是明道国小的边冠中以及杨景祥。10号大安国小请上场。好，10号大安国小的蔡梦修跟陈奇恩。明道国小应该今天的赛程也都结束了，所以教练就直接1秒带走，选手都带走，对，待会路上再讲。对对对。因为现在时间也差不多来到6点半了，选手应该肚子也都差不多饿了。对，辛苦了这压轴的这些小选手哦。可能有些前面的选手，后面没比赛，他们比完3、4点我就回去。对，可以去台北逛街了。对，我爸爸妈妈就带出去。看要去哪边了，刚好今天又是假日。现在结束离开7点多，遇到假日就比较麻烦了，人会比较多，去哪边都不对。好，大安国小的蔡梦修跟陈奇恩2个人的身高就差不多，不会差太多。他们2个喜欢把铃送得很高哦，刚刚绕脚的变化或是什么的变化都送得蛮高的哦。好，这个从前面传到后面一个，然后进到双胞胎，这个是蛮流畅的一个衔接。好，做一个不同方向的一个弹跳折返哦。我觉得他们弹跳的胆子不够大，就是放心的弹出去，其实对手比较好接哦。弹的有点，还反而把力道收回来的感觉。对。哦，刚刚要的没成功的，这次成功给大家看哦。
就补救回来。对。哎呀，可惜。哦，他们这个做了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哦，多回旋几圈完了之后再回弹哦。应该可以连续啊，他们选择也还是一样哦，选择保险哦。对。保险起见了。对对对，目前看就是这样，因为以他们的手感跟这种力道，我都觉得要是我就会让他们做一个连续的弹换。连续弹了。对对对。顺利的收下来。放40下去。哦，他们这就搭配的很好，调一颗来的时间刚刚好。他也闪的刚好，不然头就 K 到了。OK， 那最后的收尾没问题。对对对，而且他还知道队友哪里要闪，才不会打到头。我觉得这就是有练足、有下足功夫的默契，真的有搭配到了。是。刚刚那个没闪到就下去了。对对。OK， 蔡梦修跟陈其恩完成之后，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他们的同学同样是大安国小的2位选手。是，刚好大安啊，他们的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有错开的，这样子也不错，没有这种视觉重复的感觉哦。对，大安国小的林俊宇跟郭佑良，刚刚在个人赛很亮眼的郭佑良，现在来到双人赛事。哦，对，他刚刚就是个人赛引起小暴动的这位选手。还有不确定是不是他弟弟那个郭佑成，刚刚有出赛。明天也告诉我们一下。好，林俊宇跟郭佑良，2个人都是戴眼镜。对。第一个他要交叉往下送的这个没有不够下面哦，后面的人很快就把它接到了。旁边的那2个红色领有点近哦。对。哦，已经在脚边了。好，双胞胎。这个动作真的就跟个人完全不一样哦。他什么时候知道零回来的时候手要缓冲一下哦？那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造成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弹飞哦。那可能2个人个人做。哇，你看，我们第一个看到双胞胎30的啦，哇！我们在这边帮他欢呼一下哦。大家知道我们观众台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哦，他们但是是目前我们双胞胎难度最高的一组选手哦。旁边的这些领你要小心哦，真的很近了。是。哎呀，也可惜哦，一样哦，都是下沉的时间不足哦，太着急往上弹了。他们的音乐也很适合他们哦。中国有一种有点这种武侠风的感觉。是。好，滚抛换虽然时间不好，但是2边都完美的拯救哦。
好，1趟2次完的时候，直接接1人高抛3，看可不可以滚抛回来变双双。哎，这里就处理得很好。好，30来了。好，这里一样哦，先求自己成功再说。对，先不管队友。是。会不会有2-6啊？哇，你看他们2-6做的真好。哎呀，可惜哎，2-6只掉1颗哦。对对对，还可以。颗起来。还可以哦。也是今天接最多颗的。是是是。OK， 这边没有甩到。双人动作完了，接一个个人的同步还可以哦。OK， 哦，这也有对到点。对对对。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要做40呢？应该是要给郭佑良做40，因为这个40的话，应该要队友给展现他们双人可以做40的一个默契。那这边已经时间，对，你看他这边拉得很好，他不需要闪头哦，他咻咻马上扯2颗出来，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哦。比刚刚这个蔡梦修跟陈绮恩的位置还要再更好一些。是，没错没错，而且他挑的那个力道是有借力使力有拉到的。我没看说他是要做5颗吗？哪5个啊？大傻眼！等一下我们2个要帮他们欢呼。哎呦，真的上5个！哎呦，哎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勇于挑战，赞！哇！这是今天第一次看到啊，对对对，4个完美成功之后，传5个啊，那是因为前面的4个他有完美成功，对，才有来挑战5个。对对对，或者是我们下次就建议他一开始就先做50，对不对哈 ？OK， 那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也是在今天5月17号的最后一场的比赛的转播啊，在今天呢，这是高年级组的甲级的甲类的男生的双人赛。今天的比赛转播结束之后，在明天5月18号将会是从早上的8点半30分，比今天早上还要再早一点了。所以在明天的赛事，同样也要请观众朋友持续的锁定转播了。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谢谢郑老师今天比赛的讲评。谢谢主播。好，我是主播蔡博宇，我们在明天早上8点30分的赛事当中再会喽，拜拜。拜拜。